苏文渊出书了，开局就要嫁给眼瞎身子弱的疯批王爷。洞房夜，陈王府火光冲天，大家都以为陈王杀妻毁尸灭迹，没想到是王妃放的火，差点烧死陈王。第二天，所有人都对王妃肃然起敬，一时间竟分不清谁才是疯批。自那以后，陈王府就有了2个精神病，一个杀人，一个补刀，一个放火，一个泼油。王爷在前面谋财害命，王妃在旁拍手叫好。人前2人狼狈为奸，人后互相甩锅。你一个最富的女儿，如今能做王妃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要死要活的吓唬谁呢？一会儿陈王府的人就到了，想死也给我出去死！再不出来，我把你腿打断！唉，就不能穿个主角吗？穿个小配角，这是闹哪样？让外面那位歇会儿吧。外面那个嘴里不干不净的女人是他的继母王氏。苏文渊因母亲一家叛国，全族被斩，母亲被贬为妾室，没几天就死了。她成了庶女，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王氏的压迫下。前天皇上突然下旨，让她嫁给陈王。陈王本是朝中上下公认的太子人选，可15那年生了场重病，落得个体弱的毛病，最重要的是双目失明。他性情大变，开始变得暴虐残忍。原主得知后，吓得直接上吊自尽。之后苏文渊就穿了。书上原主拒婚，被王氏打断腿，扔上了花轿，成了瘸子。最后太子登基，毕竟太子是男主。书还没看完，陈王这个大反派后面怎么样了呢？我不能嫁陈王，结局肯定不好。但现在不嫁不行啊，腿要保不住。醒了还装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？能嫁给陈王都得烧高香。夫人说的这样好，怎么不让你女儿嫁？哼，李儿以后是要做太子妃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能和她比？我娘是罪妇，但你是外室，忘了？想做太子妃，她配吗？你咒我女儿是吧？等我叫人过来打死你！原主是因为拒婚，我是因为嘴欠，这嘴怎么就管不住呢？可那个苏玲儿的确做不了太子妃，她可是恶毒女配，一门心思想拆散男女主。没多久，王氏就带着几个5大3粗的婆子进来了，走在最后面的是他爹苏元。你胆敢抗旨，这是在连累我们丞相府。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上花轿，把他的腿打断，防止他跑了。这些年他虐待苏文渊，但怕丞相责怪，都是偷偷做的。今天可算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打他。我都说我愿意嫁了，夫人为什么非得让我死，逼我自杀不成，又要打断我的腿？你想抗旨别拉上爹爹呀！谁逼他自杀了？他不是自己寻死吗？婆子们听到这番话，有的停下了手，有的收手不及，还是打在了苏文渊身上，但下手不重。苏文渊嗷一嗓子，屋里人差点没跳起来。这跟杀猪一样的动静，是人能发出来的声音吗？当朝丞相的女儿不愿意嫁给王爷，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多想，会不会觉得我爹平时在府中说了狂悖之言，才会让女儿抗拒皇家？说不定陈王也会迁怒丞相府。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哎，谁让你们动手的？滚出去！他自己要上吊，不是我逼的。是不是你逼的？你心里清楚，你一向看我不顺眼，府里谁不知道？之前闹也就闹了，现在都开始逼人自杀了。不，他不是我逼的，他自己想死。我要是真想死，当年就死了，何必要在做王妃的时候死？你也滚出去！王氏受了冤枉，硬生生吞下了这个哑巴亏。苏元看着这个许久未曾关切过的女儿，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。陈王虽然恶名在外，但你毕竟是皇上下旨赐婚，他多少会顾忌些。但陈王心狠手辣也是事实。先梳妆吧，晚些时候花轿就到了。小姐不是宁死不嫁吗？凭什么我死？他们哪一个不比我该死？刚刚我没得选。反正离结局还早，陈王一时半会死不了，去陈王府远比在丞相府安全。小姐，你刚刚惹恼夫人，现下老爷去哄了，所以没人送你出嫁，多担待吧。嬷嬷，这梳头手艺不错，赶明和王爷说一声，让你去陈王府伺候吧。小姐可别说笑，你看我现在有心情说笑吗？老奴知错。一切准备妥当，陈王府的花轿也到了。苏文渊出门，府里冷冷清清。出门后，苏文渊只看到了一顶花轿，还有几个轿夫和侍卫，可以看出陈王态度敷衍，都懒得做戏。这样也好，方便我在陈王府讨生活，不然被一个变态盯着，早晚得吓死。嫁妆呢？苏元竟然一点都没准备，没有银子，去了陈王府不得饿死。就算陈王愿意给我一口饭吃，那府里下人还得用银子打点呢。还丞相呢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
王爷，丞相府那边出了意外，进来说。盛景玉如今的名声，不管娶谁都能把对方给吓个半死。苏文渊已经自杀过一次，再死一次也没什么奇怪的。苏小姐出了门，但看到花轿又回去了。就这些，这么点事也值得说，去探清缘由再回禀。哦。苏文渊那边正在据理力争的讨要嫁妆，不管他怎么威逼利诱，王氏就说没有，一毛不拔。我不怕你闹，有能耐让陈王过来给你撑腰啊！苏元一言不发，跟个死人似的。他这样无动于衷，更加助长了王氏的气焰。嫁妆肯定没有，要么你自己上花轿，要么我把你腿打折扔上去。哈哈哈，行，不要了，我这就出门，再过几个时辰洞房花烛，我打算刺杀王爷，之后就说我爹让的。他既恨王爷，既恨皇上，早有叛国之心。没钱还怎么活？我活不了，那就都别活了，你们就等着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吧。别说活人了，坟地里的骨头渣子都得挖出来磨成粉，陈王做得出来。你快给我闭嘴！这话传出去是要死人的。你们也知道我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，如今你们愿意给2个钱，我也愿意活着，不给的话，大家一起死吧。我一无所有，你们舍得死，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别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些嫁妆，我给你。松手，这不就得了？费劲。好巧不巧的，陈王府的那位侍卫孟琪就听到一句他要刺杀王爷，就飞奔回去复命了。苏文渊死了？没有，他活得好好的，但他要把您杀了，就在今晚。什么？苏文渊要在今晚刺杀王爷，之后嫁祸给苏丞相。不自杀了，改成杀我了。我这位素未谋面的王妃挺有志气啊！父皇特意派人来警告我，不可残杀王妃，免得朝中议论纷纷。我正愁没地方下手呢，他倒要先出手了。好事，快去把他接过来，让我见识一下。真有意思。这样，我们先给一小部分，剩下的日后再说。陈王不是已经发话，能不能活命，要看王妃的造化嘛。或许他活不了几日。哼，用得了几日吗？今晚就要刺杀陈王。他就是在这说嘴，真见到陈王腿肚子发软，脚抽筋的，能站起来就不错了，还自杀呢？老爷你去哄2句，拿点小钱送走得了。就平时他那怂样，今日是被逼急了，过了这阵就好，说不定到时候自己都觉得后怕。苏元思量片刻，觉得可行，让人抬了2箱嫁妆出来，里面都是些不值钱的衣服布料，但单独有个盒子装了珠宝银票。有点就行，先活几天，日后得空再来要剩下的。门口花轿等太久了，还得罪不起那个活阎王。他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小家子气，没见过这么多银子，估计是懵了，不用管他。感觉没那么简单，就怕他心生不满，恶意报复，到时候拖着一家人去死。他没那个胆子，不会的。当年多少人家想把姑娘送进陈王府，如今倒好，想娶都娶不到了。皇上也是绞尽脑汁选了这么一位，看似有个好出身，是苏丞相长女，实际上不了台面。一会儿人就到了，陈王好像不打算露面。呵，别管陈王会不会出现了，还是猜猜陈王妃能不能活着吧。皇上不是已经警告过陈王了吗？不许他伤害王妃。你莫不是忘了当年的何贵妃？父皇下旨也没能救下来。当年后宫有一位贵妃，仗着得宠嘲讽盛景玉是个瞎子，盛景玉当即就让手下人挖了他的眼睛。还戴着盖头干什么？陈王有眼疾，盖不盖没什么两样，反正都看不到。红盖头不是给人看的，它代表的是喜气吉祥。诸位这般无知，就不要笑得这么大声了。笑容顿时僵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气氛也有些尴尬。但更让大家意外的是苏文渊的长相，他和他母亲极为相似。他母亲当年有京城第一美人之称，这般样貌却即将香消玉殒，当真可惜。苏灵儿不是说她大姐相貌平平，早知道是这般样貌，怎么能让她嫁给盛景玉呢？诸位怎么不笑了？谁都没想到他会出现，苏文渊也没想到，好奇转身。此时盛景玉藏在白纱下的视线也在打量他。这样一张脸，为何会被人推出来当靶子？四哥娶亲是喜事，可惜四哥眼盲，看不见王妃的惊人样貌。男主就是不一样，可以当面戳盛景玉的痛处。样貌还在其次，传闻苏丞相长女温柔贤淑，聪慧过人，又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啊？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本王累了，各位请回。仪式就这样结束了，盛景玉也没和苏文渊说话，转身便走。他就是好奇苏文渊的长相，才特意过来的。真正的重头戏在晚上。王妃想杀本王，那总要有趁手的家伙才行。她一个闺阁小姐，估计也没什么凶器，你帮着准备一下。王爷放心，我明白。盛景玉瞥了他一眼，完全不放心，但眼下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用，得力的都派出去了。
就这清汤寡水，光是看看就饱了。让我连吃半个月，我也想杀人。我们在丞相府的时候吃的还不如这呢。原主的情绪是真稳定。这是准备什么呢？这么大动静。苏文渊新婚第一晚推开门的瞬间，人都傻了，满屋子的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长的短的，一应俱全。这是洞房需要的东西吗？这是洞房吗？这是刑房吧？就算没有洞房花烛，也用不着玩刑讯逼供吧？盛景玉不会有什么特殊爱好吧？这边是长兵器，有点重，但抡起来的话一招毙命。这边是短兵器，方便隐藏，藏在衣袖里刚好，这么多肯定能找到顺手的。还有这边瓶子里都是毒药，无色无味，王妃看看。今晚我就住这。当然，王爷也会住在这。我辛辛苦苦弄的，不住岂不浪费？王妃快看这些纱帘，一层又一层，后面还藏着蜡烛，蜡烛一点，影子叠在一起，朦朦胧胧，隐隐约约，到时候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，很安全。苏文渊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即使是见过世面的盛景玉，站在门口也被惊得说不出话。走，事情交给我，绝对可以让人放心。我就是王爷身边最得力的侍卫，嘿嘿嘿。我听闻王爷身子虚弱，要不还是早点休息吧。身体都这样了，还想那些有的没的？啊，王妃说的是，本王累了，我只是让梦琪给他行个方便，没说把这里变成兵器营啊。扶本王坐下，再倒杯茶过来。好。梦琪这个废物弄了这么多假毒药，却没留茶壶，连个茶杯都没有。苏文渊想让人送茶进来，但门口没人，同样是梦琪安排的，他怕嫌人太多，影响王妃发挥。王爷，屋里没有茶，我出去找找再回来。盛景玉气得说不出话，苏文渊当他默认了，跑出去找人，出去的着急，裙子刮住了纱帘，纱帘贴在烛台上，火一点点的着了起来。苏文渊还没发现，跑得飞快。盛景玉看着一点点燃起来的火，表情复杂。梦琪是个傻子，苏文渊也不聪明啊，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他最后用的方法是假意放火。苏文渊还没找到人，就看到了火光，想起盛景玉是个瞎子，想都没想就往回跑。王府怎么会着火？人又都死哪去了？梦琪也看到了火，但他没急着救火，因为盛景玉不止眼睛是好的，武功也是好的，眨眼间便能脱身。他怕去得早了，火不够大，王妃的罪名难以成立。盛景玉也是这么想的，等火势大些再出去。王爷，你感觉不到着火吗？还不跑？四周无人，本王有眼疾，跑不出去。盛景玉想提醒苏文渊，现在也是动手的好机会，纵火杀人，他要是真死了，很难寻到破绽。苏文渊却只想着跑出去，压根没深究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苏文渊，你胆敢刺杀王爷，拿下！没见过放火刺杀的，这王妃有点笨啊！屋子里有那么多东西，用哪个不行？什么就刺杀王爷？这火是我放的吗？去叫太医，快！同时，京城里的很多人都瞧见了这场大火，都以为是陈王放的，烧死陈王妃，毁尸灭迹。陈王府怎么着火了？那个孽障不会真的刺杀王爷吧？完了完了，你非得扣那些嫁妆，本来也不是你的，给他又怎么了？先别慌，这火应该是陈王放的。苏文渊一个姑娘家，身边又只有一个丫鬟，怎么在陈王府放火？就算放火，火势也不会这么大，刚见火星就会被扑灭。陈王府下人又不是死的，这火一定是陈王放的，他要毁尸灭迹。老爷，太子差人过来请您入宫，一同状告陈王。苏文渊不止没放火，还死在了火里，省心了。盛景玉怒气未消，不断的劝说自己要冷静。就在这时，宫里来的太监到了，太医却没来。陈王府死了那么多位太医，没有人敢来。哎呦，王爷这是……王爷需不需要换一身衣服？不用，换了衣服，放火的罪名就得落在我的头上了。王爷，奴才想问一句，王妃在哪？走吧，带你去看看。王妃还活着？火是他放的，他当然活。人关在哪了？盛景玉不让梦琪说，是觉得有点问题。苏文渊救他的时候，不像是装的。关在逐月阁了。王妃进去时没吵也没闹，就是一直咳嗽。咳嗽着，怎么吵闹？太监只是离远看了一眼，苏文渊的确还活着，就是模样和陈王一样狼狈。盛景玉不经意间看到了他的小腿血肉模糊，像是烧伤了。梦琪，纵火一事还没查清，别苛待了王妃。是，皇上正等着王爷呢，还请王爷跟奴才回宫。好。
孟琪目光坚定，又听懂了，盛景玉想让他找个郎中给苏文渊看看，再给他换身衣服什么的。孟琪理解为盛景玉怕苏文渊逃跑，所以得盯紧点。还好意思让朕给你个说法，现在你来给朕一个说法。现在断绝父女关系还来得及吗？皇上，陈王早已恶名远扬，先前您坐视不理，现在陈王在新婚夜谋害王妃，您不能不管啊。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你就给景玉定了罪，是意外还是谋杀？不得先问问吗？皇上一直偏爱盛景玉，后来他生病眼盲，皇上心疼他，更加偏爱。事到如今，即便皇上认为陈王妃已死，也想替盛景玉寻个理由。陈王早就放话，不让陈王妃活命，这当然是谋杀。就在这时，盛景玉脚步虚浮地走了进来，还是那身受害者的打扮，走2步还得咳嗽几声。太监先一步回到皇上身边，在皇上耳边低语几句。太子见他这么狼狈，心中有些不安。盛景玉没事儿，那死的肯定就是苏文渊了。你那个知书达理的女儿，新婚夜火烧陈王府，试图烧死景玉，你还有脸哭？那孽障竟然真的动手了！丞相好家教啊，每天给陈王妃喂的是雄心豹胆吗？喂的胆子这般大。王妃还活着，我听苏灵儿说过，苏文渊胆小如鼠，说话细如蚊呐，平时头都不敢抬，哪来的胆子放火？王妃活得好好的，奴才亲眼得见。太子殿下若是不信，可以去看看，或者您看看陈王如今的狼狈模样，想想这火到底是谁放的。苏文渊怎么敢放火？这件事一定是另有隐情。殿下不要说了，他有可能是失心疯了。之前是不敢，这不突然就敢了吗？事情到这儿还只是苏文渊一人所为，再追问下去，那孽障就得说是我指使。这苏元这个亲爹都认了，我还怎么调查？你们几个事情都没了解清楚，就写了奏折弹劾，你们也配为臣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都闲的吧？你官降一级，罚1年俸禄，你们都退下，丞相和陈王留下。还好意思让朕给你个说法，现在你来给朕一个说法。现在断绝父女关系还来得及吗？父皇，是不是王妃纵火还没调查清楚？这是王爷身边的侍卫说的，不是奴才胡说。手下人说王妃纵火是因为当时屋内没有旁人，但这火也有可能是意外，没查清楚之前，儿臣不愿冤枉好人，希望父皇给儿臣一些时间调查。对，皇上之前不也说了吗？有可能是意外，再查查的好。那朕就先饶了你。调查过后，果真是王妃有异心，苏元，你可得给朕一个交代。是，滚吧！景玉去换身衣服再出宫吧。嫁妆，老爷，你知不知道他娘留下多少？都给啊！给，那个孽障真的动手了，再不给你就等着死吧。那是留给灵儿的，她将来嫁给太子，须得风风光光的，没有那些嫁妆，太子怎么看得上她呀？搬走！老爷，不行啊，不行！那嫁妆本来也不是你的，他娘留给他的。你想让灵儿嫁得风光，你倒是拿出这么多的嫁妆来呀！把她给我关进柴房。太子想不通苏元为何承认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去丞相府问问。刚到丞相府，就瞧见了一箱接一箱的珠宝金银。丞相是要逃跑吗？这是那孽障的嫁妆。苏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太子瞠目结舌地听完全程。真是苏文渊动的手，没有这些嫁妆，他就要说是臣指使他杀人。哼，丞相养了个好女儿。给盛景玉选一个软弱无能的王妃，是为了逼他动手，到时候借机发难。现在全都毁了，毁在了苏文渊身上。苏文渊也没想到，一场意外失火，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这是不对吧？不对吧？剧情就这么难以改变吗？原主大婚当日被打断腿，我躲过去了，现在腿又烧伤了，这腿就非瘸不可。他怎么样？我安排了10几名侍卫，把竹月阁团团围住，王妃肯定跑不出去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本王想和王妃单独聊聊。他腿伤了，往哪跑？没人看着也出不去啊！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盛景玉眼前一黑，他怀疑苏文渊刺杀一事也是眼前这位搞出来的。现在这事闹得满城风雨，怎么收场？进去再说。这时岳秀跑了过来，先前这里的侍卫太多，他进不来，现在可算是寻到机会了。王爷，你放了小姐吧，火不是他放的。先进去问问，不是他做的，本王自然会放他出来。房门打开，岳秀直接扑在了苏文渊身上。疼！小姐你受伤了。王妃受伤了，去请个郎中。
盛景玉没打算任我自生自灭。火是你放的吗？我放火干什么？新婚夜刺杀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盛景玉低声一笑，等着他的解释。苏文渊恍然大悟，不顾腿上的伤，直接站了起来。那一屋子的兵器是你让人安排的，就是想诱导我动手。小姐，别！给你行个方便而已。苏文渊气得想骂人，但被越秀捂住了嘴。王爷，我们小姐没想刺杀，她是为了嫁妆才那么说的。哦，怪不得苏元不反驳也不解释，原来是怕牵扯到他。那是本王误会你了。那王爷打算怎么弥补呢？因为你的误会才导致的这场大火，我为了救你冲进火中，还受了伤。小姐应该是疯了，在丞相府扬言要刺杀，到陈王府又和陈王谈条件。此时不谈条件，日后就没机会了。我可是为了救盛景玉才受伤的，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冲进火里又冲出来，要点好处不过分吧？谁说苏文渊胆小如鼠？这胆子不挺大的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放我和越秀离开。苏文渊死死地盯着他，但凡他起了半点杀心，苏文渊都会马上改口。王妃不是要走吗？本王的身体不劳你费心。那我能把嫁妆一起带走吗？不能，人和银子我总得要一个吧。你我今日成亲，晚上我便休妻，这岂不是在坏本王的名声？你有什么名声？哼，真有趣。你若是想留下，或许会放你离开，但现在想走，那肯定是走不了了。世人对本王多有误解，王妃可不要听信那些小人之言。我不是靠听的，是亲眼的见。王爷要是不愿意写休书，那就当我今晚死了吧，偷偷把我放出去就好。王爷，女大夫到了，先让女医给你看看，之后我们再说。盛景玉被孟琪搀扶着出去，出来后孟琪大吐苦水。盛景玉几次开口想要说正事，都被他给拦了回来。嘿嘿，王爷你说。盛景玉刚要开口，苏元又带着嫁妆到了，他带了很多人，还都抬着箱子，数目惊人。老狐狸动作还挺快。小姐，你一会儿不要再乱说了。我哪是乱说呀，我是怕以后没机会走了。今天看他还算和善，万一日后暴虐起来，我还能有命活吗？今天没感觉到盛景玉的可怕，所以才敢说的。日后盛景玉要是当着我的面杀人，凌迟车裂，五马分尸的，还有胆子说话吗？小姐，你的命好苦呀。是呀，哪有刚穿就险些丧命的？本王可以答应你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本王给你100两，让你们主仆可以生活，但你的嫁妆要全部留下。100两够了，嫁妆都给你，不行你给我找身粗布衣裳，我身上这身衣服也给你。就我那点嫁妆，可以说是不值一提，用这么点银子就能换来自由，赚大发了。好，正好你爹送嫁妆来了，先去看看吧，免得日后反悔。啊，我爹来了，来送嫁妆。盛景玉都走了，苏文渊还站在原地。王妃，苏丞相在前厅等很久了。不对呀，我也是糊涂，那2箱破嫁妆也值得盛景玉惦记吗？盛景玉身上的一块玉佩就是我嫁妆的10几倍，看来他盯上的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从后院来到前厅，一箱又一箱的嫁妆，看得苏文渊眼花缭乱。苏元眼中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，他现在就后悔了，想把箱子搬回去。可盛景玉那个瘟神坐在这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搬回去。这是什么？好东西怎么就落在他手里了？这是黑珍珠，举世难寻，几十年才凑出这些，一代代传了下来。现在就算是翻遍整个安川国，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多。哇，这一小盒黑珍珠就够赚几辈子的了。这么多箱奇珍异宝，这不发了吗？苏丞相还带了嫁妆单子，王妃可以看看。你母亲是安乐侯府的嫡女，她出嫁自然是风风光光。后来安乐侯叛国，父皇并没有迁怒你母亲，嫁妆自然也就留了下来。现在苏丞相理应把嫁妆交由你。是。这报复来得如此突然吗？王妃看过了，本王就命人把这些收起来了。孟琪，准备100两银子。啊，盛景玉要的是这个嫁妆，100两银子购买几颗黑珍珠啊？盛景玉要用1万块钱换走200亿。等等，王爷你说的对，这个名声还挺重要的，要不我们再谈谈？这么多的嫁妆换自由不是有病吗？我的自由值那么多吗？几千的工资我就把自己给卖了，兢兢业业的干了好几年，现在这么多摆在这，谈什么自由？哦，那我们再谈谈。苏文渊殷勤地上前扶住他，把他扶去了后面房间，还把其他人留在了外面。王爷你得多吃点了，瞧你瘦的，肯定是府里人照顾得不够仔细。这是交给我，我换着法的给你安排食谱，肯定能给你养胖。王妃不是要走吗？本王的身体不劳你费心。
那我能把嫁妆一起带走吗？不能，人和银子我总得要一个吧。可那嫁妆本来就是我的。别忘了你的嫁妆是怎么要来的，要不你去问问你爹，让不让你带走？又或者仔细想想，这些东西你守得住吗？今晚本王若是不在，你爹敢把嫁妆搬回去，你信吗？信。苏媛的眼珠子都要粘在嫁妆上了，他现在肯定后悔了。哈哈哈，信就好，本王再给你加100两，你可以走了。王爷，你这和明强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起码留了你一命。3年前，本王看上了礼部侍郎的祖传金盏，他不给，本王连夜派人去拿，他还是不给。你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吗？血溅当场。但本王为了弥补歉意，给了他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，加金丝楠木棺椁。整个故事听起来挺无语的，也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但苏文渊记得书中的一桩贪污叛国案中牵扯到了这位侍郎，他还是很关键的一环，但为人圆滑，始终没有证据。幸好盛景玉及时将他斩杀，才没酿成大祸。这位陈王好像不对劲啊，说他暴虐，脾气阴晴不定，但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，还真没发现。外人虽然不会为一支金盏杀人，但这些嫁妆足以让他们疯狂。我可以留下，那嫁妆能让我自己处置吗？你别要钱又要人的。可以是可以，但王妃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。本王想了想，换一个更好，你走吧。我可以做好的，你忘了吗？外面说我贤良淑德、温婉大方，还有啥来着？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对，主要是善解人意。行吧，那你先做2日试试。那些嫁妆呢？一会儿你让人搬回去，由你处置。这是什么世道？刚刚求他放自己走，现在还得求他让自己留下来。王爷，苏丞相还在外面候着呢。这种小事找什么王爷？下次找王妃。走。那就辛苦王妃了。不辛苦，那个谁，扶王爷去休息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不懂事。越秀，你来扶我一下。王爷是要留下他？是，府里总要有个王妃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他和苏丞相关系不好，不像是苏元派来的。太子等着我杀他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如愿？不过是多口饭的事。去让人进宫，就说失火是意外。好。这也不受啊！孟琪这个废物。王爷，你怎么自己换衣服？肯定不方便吧？要不我帮你。还是让孟琪来吧。孟琪。别看了，天色已晚，王爷去休息了。你们过来，王爷刚刚说了，把这些嫁妆搬去逐月阁，明天我再对着单子一一清点，先搬过去。苏元看着一个又一个箱子离他远去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。这回你满意了吧？你娘留下的东西都给你了。疼啊，心疼啊，心疼到想哭。不然呢？给你的外室还是给你的私生女？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有刺杀王爷的胆子，你竟然藏得这么深。你费尽心思的藏拙，就是为了寻找机会拖我们去死。你没看出来的东西多了，我们来日方长，一点点清算。那你给我消停些。嫁妆送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放心，这场火是意外。还不走？等王爷出来送你吗？有恶名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干嘛呢？王爷说让他留下，他非得走。留他干嘛？王妃你就救我！趁王府来请郎中，没有一人敢来，我心善才跟着过来。为什么要杀我啊？为什么杀他？曾听越秀说过，晋府的太医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。那以后谁还敢来陈王府瞧病？就算是王爷，也不能这样草菅人命吧？没要杀他，王爷说让他留在府里一些日子，给您治伤，烧伤难治，别留疤。那你咋不解释一下呢？他跪内哭，你站旁边看。现在就算解释清楚，也不能留了。真把他留在府里，他得把自己吓个半死。还是让他回去吧。苏文渊给了银子，又讨了些药，就让他走了。女医得了赏赐，对苏文渊感恩戴德。不到1晚上的功夫，这个故事就被添油加醋的传了出去。我住哪？孟琪看到嫁妆送进了逐月阁，猜测王爷王妃要住一起，便抬手指了下盛景玉的房间，又去给越秀安排住处。听说了吗？昨晚陈王妃放火，差点烧死陈王。啊，昨天不是刚成亲吗？那陈王不得活剐了陈王妃？奇怪的地方就在这，陈王妃没事，只是被烧伤了，还请了女医入府医治。临走时，陈王想杀女医泄愤，但被陈王妃给拦下来了。陈王想杀的人，皇上都没救下来，这个陈王妃是什么来路？还有那，明明是王妃纵火，可陈王不光没怪罪，还特意去同皇上解释是意外失火。昨晚陈王入宫的时候，衣服都是破的。苏文渊刚起床就听到了这个炸裂的消息，这不是造谣吗？
宫里又来人催了，王妃尽量快些，属下会陪王妃一同入宫。是我不想快吗？你们府里下人处处怠慢，要不是盛景玉在这住了一夜，我恐怕连口水都喝不上。书中皇后一直不待见苏文渊，嫌弃苏文渊瘸腿又小家子气，而是晾了1个月才请安，人就被皇后扣在宫里跪了一整夜。现在莫名提前，肯定是昨天放火一事。王爷不用去吗？皇上让王爷好好休息，不必入宫，所以只有王妃一人。看来是要找我的麻烦喽。算了，越秀，你随便挑2根簪子，拿着路上带，我们再去厨房看看，反正都迟了。孟琪带路，还没走进去，就听到了里面的刺耳笑声。头一次见到这么简单的亲事，大户人家娶个妾都得准备点什么。我们这位王妃一顶破花轿就抬进来了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她在丞相府的时候，府里嫡小姐都不让她出门，厨房也都是送些冷了馊了的饭过去给她吃。来到陈王府，我们也不必管她，她自己就能活，免得惯出毛病来踩在我们头上。已经惯出来了，今早还让丫鬟给她打水，在丞相府都是自己去打的水。苏元拿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就不舍得让原主生活的好一点吗？活该他全吐出来。小姐，天杀的苏元，苛待一个孩子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什么都我自己来了，养你们干什么？我这王妃的位置让给你们好不好？都说陈王府是狼窝虎穴，下人差事难做，我看可是轻松的很啊！菜叶子一根根洗，等你们炒盘菜得下个月了吧？先进宫，回来再处理他们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昨天才入府，没有3媒6聘，也没有迎亲拜堂，今天就摆上王妃的谱了。我们伺候王爷多年，轮得到他说3道4吗？既然不满意，以后他自己做饭吃，不伺候了。王爷还能因为一个刚进门的王妃，就把我们这些老奴撵出去吗？苏文渊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，周围人也都听到了。事情传到盛景玉耳朵里，他对此毫不意外。现在他想看看苏文渊要如何收场。皇上，陈王妃到了。让他进来。哼，儿臣来得这样晚，你爹身为丞相都不敢如此怠慢，还请父皇母后恕罪。昨夜陈王府失火，儿臣在火中救陈王时不慎烧伤了腿，今早上要耽误了时辰，行动也多有不便，并非有意怠慢。等一等也不碍事的，腿伤得重吗？已经上过药了，小心照顾，便不会留疤。昨夜大火，外面人都说是你做的，苏文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，陈王妃，就算你害怕惶恐，也不能做出纵火这种事啊！好在没出什么意外，态度诚恳的道个歉也就罢了。还以为他温柔呢，温柔个鬼！我还没解释呢，你就替我认下了。昨夜已经查明这场火是意外，王爷没和皇上皇后说吗？还是说皇上皇后更愿意相信外面谣言？苏文渊，不可无礼！幸好皇上没有怪罪。看来这婆媳矛盾是躲不开了。今天我还特意表现得强硬一点，怎么还是不满？看来嫌弃我软弱只是个借口而已。你说这火是意外，可为什么京城里的人都说这火是你放的？京城里的人还说我活不过昨夜呢，皇上怎么不怀疑是王爷杀妻？此等非议，岂能当真？这人心是偏的，解释的再多又有什么用？皇上看着他，回想自己刚才说的话，一时语塞，沉默良久。好一个陈王妃，哈哈哈哈！看样子是不用跪一夜了。皇上怎么还让王妃跪着呢？赐座。昨夜苏丞相去了陈王府，回家就病了，可是被府中大火给吓到了。太子去丞相府拜访，回来和朕说，丞相是被你气病的，说你做了王妃便开始目中无人。奶奶的，缺了大德，显然是故意提的这件事。苏元也是，竟一刻都忍不了，这么快就开始告状。昨夜陈王大火，府中忙乱不堪，或许是哪里怠慢了父亲，让他心生误解。苏丞相为官多年，怎么会因为你的怠慢生气？你还是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如今你已经是陈王妃了，传出不孝的名声不好听，不如就去认个错，不妨事的。皇后不依不饶地催他认错，就是想借故罚他，到时候再传扬出去，小事化大。这软刀子可真让人难受，眼里藏针，针针都往死穴上扎呀。皇后娘娘说的对，这样难听的名声我担不起。这样吧，麻烦皇上差人去一趟丞相府，把我父亲请来，当面问一问。
苏文渊说的极其认真，他猜苏媛不敢来。皇后笑了笑，想说些软话继续逼他，但苏文渊没给他说话的机会。太子也请过来吧，免得是他传错了话，惹人误解。昨天火势那么大，王爷狼狈不堪，我腿上烧伤大片，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做错什么。也对，府里都忙成那样了，他竟然还有功夫生气，管他是不是真的被气病了。就算是真的，也是他小心眼了。许是有什么误解，你也不要太较真。我在府中多年，父亲整日繁忙，极少关心我。昨日父亲半夜来到府中，我以为父亲是关心我，不曾想是我做的不好，惹他生气了。既然如此，怎能不问清楚些，免得旁人说我不孝。皇后久居深宫，对外面的事情了解甚少，既如此，就少妄下结论，免得冤枉了王妃。是臣妾没有问清楚，险些冤枉了陈王妃。苏文渊没回话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皇上也不说话，自顾自地喝茶，等着皇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哎呦，瞧本宫这张嘴，你这孩子，本宫不是怪你，是担心你情急之下胡乱出主意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本宫待景玉如同亲生，她的王妃，本宫一样偏爱。当初皇上想让景玉娶你妹妹，后又听人说你性子温婉，比她要细心许多。现在看来，果真如此。哦，原来一开始要嫁盛景玉的人是苏灵儿啊。那是谁劝说皇上皇后把出嫁之人改成原主的？皇上偏爱盛景玉，皇后待她也好，那怎么会给她选一位废物的王妃？皇后如愿看到了他震惊的表情，接着皇上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，便让他离开了。你家王爷胃口挺好啊。也没有那么好。我看挺好的，吃了那么大的亏，愣是一声没吭。还没吃饭呢，找个地方吃饭，府里恐怕没我们的饭。苏文渊猜对了，府里不止没做饭，这些婆子还去找盛景玉告状。苏文渊刚回到逐月阁，就看到了满院的下人。好热闹啊，怎么今天发月钱啊？他们是来告状的，说你不待见他们。王妃大清早去了厨房，嫌我们照顾得不好，又觉得不应该养着我们没干活吗？就是这些年，王爷爱吃什么，爱喝什么，吃药时的忌口，还有平时身体的补养，都是我们费心安排的。王妃才来1日，就抹杀了我们的功劳。对，是的。爹，早上不给王妃做饭，又嘲笑王妃出身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才跟着进了一次宫，就开始替苏文渊说话了。孟侍卫，不能因为你是王爷身边的人就张嘴乱说吧。早上我们做了，你也吃了，王妃起得晚，我们厨房辛辛苦苦的又单独给她做饭，最后没做成，还不是因为王妃说的那番话。她要是不来厨房，现在饭菜早就摆在她面前了。你们一群不干活的，还真有理了。看来我以后想吃口饭，还得先求求你们，不好言好语的哄着，就得饿着，是吧？好，怎么不说话？王妃严重了，你以后别那么多要求，也别对我们这些人指手画脚，自然会有您的一口饭吃。这是下人该说的话吗？他们就欺负盛景玉看不见，所以只是话说得漂亮，规矩没有半点。王爷，您是不是有银子没处使，所以在府里养了一堆祖宗啊？陈王府有这么多位祖宗，怎么没事先和我说一声，我好打个板，把你们供起来。今天入宫的时候，我就该问问皇上，皇陵有没有给你们几个留位置。王妃知不知道自己干嘛的？在这装什么大爷？请你们来是让你们来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来做主子的。皇家的祖宗和皇陵，这种话传出去，这样的罪名扣下来，在场这些人都得死，还是九族全灭？王爷封起来，不过是要1、2个人的性命，王妃一发疯，是要斩草除根啊！都跪下干嘛？这时候怕死了。大清早干点活磨磨唧唧，早上谁打得水，谁梳的头，谁铺的床铺，滚出来！盛景玉默默看着他这位王妃入宫以后，好像脾气略有渐长。非要等我问第2遍吗？入府多久了？一直都是这么干活吗？府里这些老嬷嬷有些背景，很难搞，得先从年纪小的开刀。大清早叫人打水叫了3遍，活不会干，耳朵不好使，还不会说话。王爷，你养这么多人，是为自己行善积德吗？王妃若是觉得碍眼，那就撵出去吧。终于说句人话了，王府是人家的，总要问问他的意见。求求王妃留下我吧，我家里人还等着我拿银子回去救命呢。王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不用您喊，我就能把水打来。一个又一个出来求饶，苏文渊始终不为所动，直到他们哭不动了，苏文渊才勉为其难地留下他们。逐月阁的下人，今早干活的扣半个月的月钱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幸好早上躲在房间偷懒来着，这下反倒保住了月钱。没干活的人扣1个月。啊？不愿意可以走，没人拦你们。
苏文渊只是处置了逐月阁的下人，但既然要在府里常住，那光处理一个逐月阁肯定是不行的。王爷，府中下人杂乱，是不是该管管了？这种小事，王妃决定就好。说完，盛景玉起身重回书房，不再管这些事。我们几个年纪大的，在府里很多年了，管理下人的事交给我们就行。是啊，这种事不用王妃操心。我吃个饭都得求你们，要让你们管王府，是不是得求着你们干活呀？厨房的事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也是聪明，突然就不提了。早上在厨房议论主子还不干活，不会以为我忘了吧？大清早都说什么了？再说一遍，让这些人听听，别让旁人觉得是我故意刁难你们。奴婢去给王妃倒杯茶。去吧，你的月钱不用扣了。不过倒杯茶，月钱就保住了。院内下人隐约领悟到了陈王府的生存规则，厨房里的人慌了。逐月阁这边已经处置完了，王妃却没说要怎么处置他们。想到这，大家又开始推高婆子，让她主动和王妃说。说闲话的时候有他们，认错的时候怎么就我一个人？王妃，早上是我们糊涂，您别和我们计较，日后你想吃什么，我们肯定好好做。我觉得吧，你们手艺也不怎么样，换些人更好。这些岁数大的老滑头，认错肯定不是真心的，不过是趋于形式罢了。哼，王妃刚来就想撵我们走。王妃，宫里的陈嬷嬷来了，快让嬷嬷进来。这是帮手来了，给王妃请安。府里怎么闹吵吵的？嬷嬷，正好您来了，您替我们说几句话吧。王妃要撵我们出去呢。我们照顾王爷多年，现在我们要是走了，王爷的吃食又得换人准备，万一新人照顾不好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娘娘啊？程嬷嬷先观察苏文渊的脸色，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这两人痛哭流涕就慌乱心软。王妃要撵你们，肯定是你们没伺候好，有什么好叫屈的？府里不同以往，现在多了位王妃，你们做事更要小心些。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用我来教吗？耶，这话说的，怎么我没来的时候就不用小心了？嬷嬷说的是我们的错，还请嬷嬷替我们求个情。王妃，他们第一天伺候你，难免疏漏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他们是玉妃娘娘身边人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他们。这程嬷嬷是会说话的，也会办事，先把他们骂一顿，又替他们求情。日后他们再有不敬，奴婢回去禀了皇后娘娘，到时候有娘娘做主，随您处置。听你这意思，没有皇后做主，陈王府的下人我不能处置。照你这么说，得皇后同意才行。王妃误会了，也是奴婢说错了。您要是不喜欢，现在就撵出去。但府里上了年纪的老嬷嬷，都是当年伺候玉妃的，奴婢也是为您着想。您刚做王妃，就把玉妃留给王爷的人撵走，皇后肯定会担心这新来的下人，照顾不好王爷，玉妃娘娘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。看来今天是想动他们，也动不了了。你们几个都来给王妃道个歉，下次再敢怠慢，饶不了你们。是奴婢没照顾好王妃，王妃想吃点什么，我们这就下去准备。还用问吗？中午做些拿手的，给王妃赔罪。是。这就走了。第一天做王妃不占理啊！嬷嬷来陈王府是来找王爷的吧？我就不打扰了。今天多谢嬷嬷，这王妃真是厉害，三言两语的就要把我们打发出去。哼，你们有点出息，她一个不受宠的王妃，动得了你们吗？你们可是玉妃派来的，如今玉妃已死，她敢撵你们，你们就闹给她看，怎么闹还用我教吗？三句话不离玉妃，你看她还敢不敢撵你们？事情闹大了，宫里还有皇后给你们拖着呢。王爷今天可没管我们，要是王爷撵的，我们哪敢闹啊？你们傻啊？谁让你们闹到王爷面前的？这些年你们在府里各种搜刮贪污，当王爷不知道啊？王爷要撵你们早就撵了，他懒得管这种事，你们还闹到他面前去。那苏文渊是王爷明面上的王妃，他能向着你们一群下人说话吗？你们不去告，他也不敢告。芝麻大点的事还要麻烦王爷，他这个王妃也就做到头了。老奴明白了。行了，我还有事。小姐，单子上的东西全都在，一点没错。衣服首饰可以拿出来一些，剩下的放这吧，金银够用了。苏元连金银都没敢动，想必是怕出事，或者是想留着这些钱救急，霸占人家的嫁妆，却不舍得让原主生活的好一点。该死的苏元！程嬷嬷正添油加醋的告状，宫里的事情盛景玉早就知道了，可被程嬷嬷这么一说，就全是苏文渊的错了。王妃是个不爱吃亏的，皇后娘娘不过多关心王爷两句，就让王妃驳了回来。娘娘怕王妃生气，特意让奴婢过来给王妃送些东西赔礼。王妃怎么驳的母后？皇后娘娘原本是不让说的，但老奴跟了她那么久，也是看不得皇后受委屈。王妃的性子，王爷可得好好约束一下。娘娘说一句，她有10句8句的等着，这怎么行？本王知道了。
府里这些下人毕竟伺候王爷多年，王妃突然要换，传出去定然会议论纷纷，王爷可要三思。好，王爷不打算处置王妃吗？成亲前我不愿娶亲，所有人都逼我娶她，又千叮万嘱让我不得伤害她。现在这个王妃不如他们的愿，他们又想逼我处置她，凡事都让他们说了算，想的也太好了。这个王妃本王看着甚好，他们若是看不惯，自己想办法。这才刚成亲，闹出来的动静不小啊！这王妃可真蠢，还没在陈王府站稳脚，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折腾人。奴婢见到王爷以后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这位王妃怕是站不稳了。就怕景玉没把本宫的话给当回事。娘娘多虑了，当年您不过是抱怨了一句，说何贵妃目无尊卑，王爷便挖了她的眼睛。现在奴婢亲自去陈王府，又说了那么多，王爷不会无动于衷的。还是以前的景玉好，现在做事太收敛了。皇上不让他伤害这个王妃，他就真的违心迁就，纵的那个庶女无法无天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王妃呢。娘娘放心，那几个婆子也不是吃素的，能任由他折腾吗？再者奴婢也提点了几句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本宫等着好消息。哎，谁让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好绿啊！王爷一直在喝药，不能吃荤腥，只能吃些清淡的。王妃既然嫁入府中，总要同甘共苦才是。府里素菜做的也不错，王妃尝尝。王爷，哪个庸医给你看得病？本王吃什么都一样，厨房的几个婆子是我母妃当年送进来的，你若是压不住，就只能忍了。他们不会是在虐待你吧？王妃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说虐待可能夸张了，但府里下人仗着他看不见，肯定做了不少欺瞒他的行为。我身子虚，总是吃药，吃药就得忌口。就是有忌口，也不能把饭菜做成这样啊！唉，脆弱的自尊呀。盛景玉不懂，他为什么从苏文渊眼中看出了怜悯和慈爱。吃完饭，苏文渊又提起了一件事，我是不是得给玉妃上炷香啊？好。上完香，苏文渊就去忙正事了。厨房那些人，他必须想办法弄走。月秀，你去找些靠谱的下人和厨子回来，再请几位工匠。陈王府名声不好，价钱给高一点。好。等等，开我的车去吧。王妃，你买车了？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好的，我去就回。你们几个把小厨房收拾干净。是。不到1个时辰，越秀就带着人回来了。这些人听到陈王府，即便是重金，也有些犹豫。后来听说是陈王妃请人，才大着胆子过来。你去叫孟琪过来，让他和这些工匠说说怎么把那个烧煤的院子给修上。其他人我得先看看，再决定用不用。府里真正有地位的是盛景玉身边的侍卫，他们什么杂事都管，可最近都不在，就留了一个孟琪。这种事问他准没错。王妃，不管是工匠还是厨子，您都给了高价，比府里的下人婆子还要多出1倍不止，这花的可都是你的银子啊！不算多，我可是富婆，别说这几个了，再养几百个也是养得起的。府里现在就这个名声，不花高价谁愿意来？不只是多少的问题，关键这是你的嫁妆，修府请人应该用王府的银子，正经人家哪有用夫人嫁妆去补贴家用的？更别说是王府了，你愿意花，王爷还不一定愿意呢。就你机灵，去吧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越秀找回来的丫鬟和厨子，他只留下了2个丫鬟，剩下的人虽然没用，但也给了赏钱。谢王妃，谢王妃，以后王府有缺人的时候，只管找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会干。孟琪得知逐月阁的动静以后，汇报给盛景玉。你就没想过被火烧完的院子要重修吗？而且他这是打算扎根在逐月阁了，那我去哪？您也留在逐月阁啊，王妃又没撵您走。我说错话了？你没错，我错了。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就能回来。行，那我再忍1天。哦，还有修那个院子，还有收拾小厨房，包括后面请下人，都是王妃出银子，府里又省了一笔。用王妃的钱，越秀还说王爷会不愿意呢，哈哈哈。你真是1天都忍不了。你去把近2个月的账本给王妃送去，让她需要银子就从府里拿，反正你也有这里的钥匙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王妃保护她的安全。啊？怎么感觉被撵了？王爷，我哪做的不好？你可以说我改，别撵我啊。没有，你很好，放在王妃身边，帮我盯着王妃的一举一动，我很放心。哦，
苏文渊拿到账本，第一时间就是去看厨房的账。盛景玉身边有侍卫，这些侍卫大多数是见不得光的，他们的花销必然不会记在这本账上。他翻看许久，一抬头发现孟琪还在。你怎么还在这？去忙吧，没你的事了。王爷让我以后跟着王妃，保护你的安全。行，有你在身边，我做事方便些。你听话吗？可听话了。去帮那些工匠把院子修漂亮些。本还想回门那日把孟琪借来，在身边保护着，现在倒省事了。府里的账之前是孟琪的姐姐负责，明天她就回来了，有看不懂的问她。太好了，这不懂的地方可太多了。不急，来，急也没什么用。苏文渊伸手拿过药膏，挽起裤腿开始擦药。就这么在我面前上药？本以为上完药就结束了，没想到他又开始脱衣服。反正他也看不到，走到屏风后面还怪麻烦的。王爷你不热吗？都出汗了。不热。这人热的声音都不对了，还盖这么严实，不理解但尊重。前厅已经摆上了清粥小菜，盛景玉看着这些饭菜，心如止水。再一抬头，苏文渊站在了他的面前，昨晚的那幅画面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，时不时就要冒出来，想忘都忘不掉。就算是王妃，不也得我们给什么就吃什么吗？我还以为有多厉害，我们可是娘娘派来照顾王爷的。如今娘娘已死，他欺负我们就是欺辱娘娘，想把我们撵走，除非娘娘活过来。哼！苏文渊这顿早饭吃的火气越来越大。月秀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找2个新厨子回来，就用院里的小厨房。实在耗不了了，我的胃哪经得起这种折腾。好在找人没那么麻烦了，都知道陈王妃出手阔绰，就连丞相府那边都知道了。王氏在后院大喊大叫，疯了一般。苏文渊拿着嫁妆真是潇洒，请个厨子闹得满城风雨。现在他要是愿意，都能把丞相府给买下来。苏元捂着胸口没有说话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10几岁。今天早上上朝又被皇上臭骂一顿，回来王氏还闹个没完。当年你娶那个贱人就是为了嫁妆，如今和她生了女儿，又养了10几年，之后把嫁妆原原本本的还回去了。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万事，我图什么啊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死也不会和你苟且。你要是不愿意，现在就走，我写休书。昨天吵了一整天，今天还吵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们在这儿吵有什么用啊？不如仔细想想，明日苏文渊回门，怎么把嫁妆再要回来？还能要回来吗？怎么就不能呢？我请了太子殿下明日入府，有殿下帮忙，亲生父亲向他开口讨要，还能要不回来啊？苏元和王氏对视一眼，暂时停止了争吵，谋划着要如何把东西再抢回来。回门这事，苏文渊纯是为了打架去的，但盛景玉说会跟着一起，计划就得改了。早起月秀翻出一套他认为最好看的头面，苏文渊好一阵打扮。我的这个王妃是真好啊，几10万两银子戴头上，嘿，不过值得。王爷，皇后娘娘早起腹痛不止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皇后病了，这是不打算让盛景玉陪我去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严重吗？好像挺严重的，半夜就叫了太医，现在各宫妃嫔和2位皇子都在那呢，就差王爷了。嘿嘿，既然母后病了，那回门的事就不急了，先入宫吧，我们一起。皇后不只是想阻拦盛景玉，还想刁难苏文渊。这个时候她回门会被骂，入宫同样会被说，陷入两难。丞相或许在府里等你呢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等一会儿也死不了。孟琪备马车，先入宫。马车刚从陈王府出发，丞相府那边就得到了消息，苏元和王氏等人。不过他们等的是太子。王氏瞧见女儿，心情舒畅了不少。你能不能沉稳一些？太子可还没说要娶你呢，你就一直往上凑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他不用说，太子娶妃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？当他是陈王啊，不到3天就赐婚成亲。你也知道太子娶亲不容易，可你知道吗？要是你的嫁妆丰厚，太子和万贵妃都会对你高看一眼。娘，你给我准备了多少？其实少一点无所谓的。少一点？当年安乐侯就一个女儿，她的嫁妆全是这当时罕见的珍宝。你别看箱子不多，现在丞相府掏空家底都比不上她的1箱嫁妆。你说这是一点吗？啊，苏文渊的母亲留下了那么多的嫁妆，怎么没和我说？这2天苏元和王氏吵得厉害，他只当是王氏贪得无厌，舍不得钱财，万万没想到嫁妆有那么多。你房里的首饰最贵不过100两，苏文渊的嫁妆里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几万两的，甚至还有几10万两的。爹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早点告诉我，都不用给当做嫁妆了，早就拿出来用了。那是安乐侯府的东西，谁敢拿出来用？苏灵儿急得不知所措，现在她已经没心情迎接太子了。
先别急，我们今天努力，让他把嫁妆送回来。反正他在陈王府也用不到，交给你还能帮你嫁给太子。这位是陈王妃，这么出众，怎么和太子当时的描述差这么多？各宫娘娘安好，我很少出门，所以不认识各位，还请诸位担待。王爷这边，娘娘不知道王妃会来，还请王妃在此等候，同诸位娘娘说会话。把我扔在这，这皇后做事真绝。哎，这发饰怎么看着熟悉，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呢？这是那套赤金烟霞，很多年都没人仿造了，你这套倒是精巧。嫁妆箱子里翻的，我觉得好看，就带着了。你爹还真舍得，这套仿的不错。我爹没准备什么，我娘留下来的，这是他当年的嫁妆。说到这里，苏文渊发觉说的多了。安乐侯是他的外祖父，当年叛国，铁证如山，这件事无论前朝后宫都不能随便提及，他也不该提。安乐侯嫡女的嫁妆，这头面不会是真的吧？要是真的得值多少银子？突然苏文渊就被几位娘娘给包围了。苏文渊不懂为什么他们突然变得如此热情。程嬷嬷躲在后面瞧了半天，这些娘娘怎么还恭维上了？过2日本宫设宴赏花，到时候陈王妃可得过来凑凑热闹。好说。程嬷嬷回到皇后身边，递给皇后一个眼神，让他们都回吧。王妃既然也来了，那就让王妃进来吧。陈王妃，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入宫呢？回门有什么要紧的？母后身体好些了吗？荒唐，回门怎么就不要紧了？丞相这时候肯定在府里眼巴巴地望着呢，你怎好晾着他？母后，你说什么呢？陈王妃知道您身份尊贵，所以宁可晾着亲爹也得过来看你，这不是在讨好你吗？不过2句话，苏文渊就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同时还得背着不孝的骂名。这怎么行？本宫只是皇后，又没生你养你，就算你要讨好，也不能挑回门的日子吧？哼，既然你都不要脸了，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娘娘误会了，我说回门不要紧，是因为成亲当日简陋，那回门何必大张旗鼓的？再者，我又没说要一直留在宫里伺候，出宫以后还是得去丞相府。哈哈哈，顺便来看他一眼，还真把自己给当盘菜了。他这意思是本宫自作多情，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道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还有一事得提醒皇后，若是来看一眼就算讨好，那成明宫的门槛可是够低的。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不过是敬着您的身份，你要是都当成讨好，听着怪可笑的。陈王妃胆子太大了，竟然这般嘲讽皇后。皇后胸口不断起伏，极力压制着火气，提醒自己不能失态。刚刚听王妃提到大婚，你是嫌婚事简陋吗？我说了那么多，你倒是挺会听的。要是这么聊的话，可就更有意思了。简陋是真，但我不在乎。王爷体弱，哪有精力大肆操办？而且成亲这种事，理应王爷的母亲操办。可玉妃娘娘去世的早，没人替王爷准备，我也是理解的。皇后瞪着眼睛，眼里的怒火都要喷出来了，眼神要是能杀人，此时苏文渊应该只剩一捧骨灰了。外面都说皇后把盛景玉当成亲生，可在成亲这件事上，皇后可是一点忙没帮。你，王妃是觉得本宫苛待景玉？我每说一句，您都要曲解一番。照您这么说，您刚刚说了我一通，是不是诚心挑刺啊？我挂念娘娘的身体，这才匆匆入宫。您和七殿下3言2语的，就把我说成了不孝且曲意逢迎的小人。盛景玉都为他捏了把汗，他这张嘴的攻击力太强了。不过此时的皇后，倒比当初哭他时要真实的多。哼，四哥，你这王妃真是伶牙俐齿。那你可得多学着点，憋了半天就说这么一句，还好意思开口？我虽然说不过王妃，但我看惯了曲意逢迎的小人。陈王妃进来时的嘴脸和他们极为相似。此时盛景玉也有些恼火，总不能干看着苏文渊大杀四方，自己什么都不做吧？刚要开口，却被苏文渊阻拦。现在无需他出手。记得七皇子还没出宫开府吧？七皇子如今还住在宫中，你竟说你见惯了曲意逢迎的人，可想而知你身边围了多少恶人。但我记得如今七皇子能接触到的，也就是宫里的丫鬟奴才，还有教你读书明理的先生老师，外加那些伴读和玩伴，是他们曲意逢迎吗？你别管是谁，你快一点！哦哟，2天不见，父亲这么想我吗？我想你，哼！你是皇子，身边有这等小人，怎能不管？若是把你带坏了，得有多少人笑话安川皇室？你丢得起那个人，安川国丢不起啊！孟琪，去一趟内务府，让人严查七弟身边伺候的人，再把那些人一起换了。本宫还在这里，想做后宫的主，总得通过我这个皇后吧？母后不同意吗？这是为七弟好。孟琪，你再去禀告父皇，让父皇好好问问教七弟读书的先生，看看他身边有多少曲意逢迎的人。啊，
盛景玉在宫里竟然有这般能耐，我就痛快嘴，吓唬一下七皇子。盛景玉才是真正的行动派啊！母后，我不要换人，这是为了你好，再不换人，容易把你给带坏了。盛景玉欲将此事呈于皇上，由皇上来裁决后宫之事。皇后思来想去，也只能换了。出去，都出去！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王爷、王妃和2位殿下先出去等等。寝宫里除了七皇子，还有一位八皇子，但八皇子一直没说话。听娘娘说话中气十足，想必也没什么事了，我就不在殿外等了，该回门了。皇后死咬着后槽牙，她现在很想一巴掌扇过去。程嬷嬷赶紧把他们都请到殿外。皇后娘娘身体不好，王爷留下来陪娘娘吧。刚刚苏文渊说了挑拨的话，总要和王爷解释清楚。盛景玉想拒绝，丞相府那边还有的吵呢。苏文渊在丞相府被欺负多年，这一遭回门肯定消停不了。王爷留在这吧，一个丞相府还不值得你折腾一趟。母后一直温柔大方，今天竟然被你气成这样。哎，王爷，你没听人说吗？我也是温柔贤淑，如今被逼得出口伤人，也不知道是谁有问题。赶紧出宫吧，你爹应该等急了。苏文渊算是给了他一些惊喜，以往他总是被皇后裹挟，一句待他如同亲生，就让他束手束脚。而苏元那边的确等急了，太子来的还挺早，茶都已经放凉2杯了，还没看到苏渊的影子。苏元能聊的都聊了，而苏玲满脑子都是银子，也没理太子。苏丞相，你的这个女儿确定是今天回门吧？这个逆女平时就拖拖拉拉，回门竟然也拖，让太子殿下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没事，我也就是过来凑个热闹，但回门当天让父母等着，可是有点不像话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就不敬长辈，今天是有太子在这作证，我才敢说这种话，不然旁人还都以为是我这个继母胡说八道。灵儿，快给太子殿下换杯茶。不必换了，陈王妃不会是不来了吧？我今天可是奔着苏文渊来的，要是真给陈王选了一位端庄得体的王妃，我可得回死。苏元已经坐不住了，叫来下人让再去看看。人还没走出去，苏文渊就到了。你快一点！哦哟，2天不见，父亲这么想我吗？我想你，太子殿下也来了，他在府里等你多时，你就不能快一点？哦，为何来的这样晚？回门竟然还要让我们等你？先入宫看了皇后娘娘，皇后昨晚腹痛不止，王爷担心，我就陪着入宫了。爹爹和夫人有什么不满，不如入宫同皇后讲。苏文渊寻了个位置坐下，一眼就看到了一脸震惊的苏玲。出嫁后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苏文渊，他莫名觉得苏文渊整个人都变了。你是苏文渊？又一次见到了，还是那般肆意张扬，这就是苏灵儿说的胆小如鼠。我在丞相府居住多年，怎么离开3天你就不认识了？你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戴这种首饰？你穿的衣服……苏玲疯起来倒是和王氏一样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说着说着还动上手了。以前夫人管家，好东西都在你那，我当然没得穿，没得戴。现在我已经是陈王妃了，我要是再和以前一样戴个木棍草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卖身葬父呢。灵儿，你姐姐现在是陈王妃，自然会有所不同。本以为是撵出去一个碍眼的人，结果却是让他飞上枝头，还得了万贯金银。哼，你没看到太子殿下在这吗？看到了，太子殿下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应该在宫里陪着皇后吗？泼脏水、扣帽子，都是他们喜欢的，我也得学了用用。皇后身边不缺人陪，我若是在的话，她的病反而难好。那我们差不多，早知道我也不去了。皇后现在恨疯了我，嫁给盛景玉不过3天就被嫌弃了。皇后娘娘不喜欢你。苏文渊要是和苏灵儿说的一样，上不了台面，皇后不喜欢是正常的。如今这般坦然大方，竟也没能让皇后满意。很惊讶吗？不也不喜欢你吗？突然他们2个就聊上了，聊得还挺愉快。盛元和露出了进来以后的第一个笑脸，二人闲来无事聊了不少，互相试探。苏元数次想要插话，但都没插进去，王氏几次打断，也没能打断成功。哼，说好的帮我讨要嫁妆呢？苏文渊，你一个已婚妇人，跟太子聊这么多干什么？嘿，那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这看什么呢？看来是我不该在这儿，今天打扰苏丞相了。能和陈王妃聊这么久，荣幸之至。说完他就走了，苏莲连忙追过去，那也没把他给追回来。哎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妹妹？知道，但她也配。苏文渊，就王妃这张嘴，能熬到现在才挨打，也算是个奇迹了。你有怨气就冲我来，别毁了灵儿。那我得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都做过什么？我这一肚子的怨气，要怎么在你身上报复回来？文渊，你才刚嫁去陈王府，没必要和家里弄得这么僵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他早就想到了，苏文渊这次回门会摆架子，不会像以前那般任人揉捏。现在苏元不介意屈尊降贵的哄他，毕竟闹得太难看，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
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，推荐得物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书中原主嫁给盛景玉以后，苏媛就对她各种辱骂，嫌她丢人，就会来陈王府说好话，甚至还强迫原主留下了几名姑娘送给盛景玉。苏媛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是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啊！我还要怎么好好说呀？现在是谁动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王氏只要看见苏文渊，就不可能冷静。苏媛只好把他们母女暂时撵了出去。我呢，想和你说些心里话。这王爷身边的人，梦琪，你先出去，就在门口候着，这里有月秀陪我就行。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说出多不要脸的话。是这样，刚刚你也看到了太子殿下，他是被灵儿请来的。灵儿现在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别说没用的了，能不能嫁过去得看他的本事。女主还没出现呢，等女主出来，还有他什么事？本事是有的，但家里没办法给他出更多的嫁妆。你穷你怪谁？会不会聊天？本来灵儿会有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当时那些嫁妆就足以让她嫁个好人家。现在你抢了她的，反过来说我们的不是。没有人能在苏文渊面前保持冷静。梦琪听到争吵，直接冲了进来，门都撞坏了。几人面面相觑，苏文渊知道盛景玉为什么不要他了。嘿嘿，没事，你先出去，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我再叫你。有些话我们得说清楚，什么叫我抢了他的？嫁妆本来是谁的？是你娘留下的，可你娘嫁给你爹了，这嫁妆你爹就有资格分配，现在你全拿走了，你让灵儿怎么办？你也说了，是我娘留下的，他娘是死了吗？哼哼，你不用在这气我，我也不全要，你拿出一半，这事就到此为止。苏文渊无语了，他突然觉得不管他嘴皮子有多厉害，都很难说得过这群不要脸的。王氏，你自己说，这些年待我如何？我好歹给了你一口饭吃。苏文渊，几年的馊饭就想换我一半的嫁妆？别忘了，当年你是外室，我娘还没死，你们俩孩子都比我大了，哪来的脸图谋她的嫁妆？你没被打死，都算我心善。苏文渊逐渐失去了理智，本想着来日方长，这点账慢慢算，可他们不想慢，迫不及待的找死。我告诉你，嫁妆不拿出来，你别想走，有种你就再放一把火，我不怕。梦琪又一次冲了进来，看到王氏脸上的血痕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苏文渊又是一脚踹在了苏媛身上。梦琪眼前一亮，跟着上去补了一脚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嫁妆还要吗？苏莲看着他恶魔般的笑容，失控尖叫，下人闯了进来。去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要去告状，我要去皇上面前告状。好啊，满足你。月秀去把我车开过来，送他进宫。嫁妆被你用完了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你就一点都不怕吗？嘿，我怕什么？成亲那天，王氏差点打死我，还要打断我的腿。死过一次，我还怕什么？死之前能让你们陪葬，我只觉得痛快。苏玲儿，今天过后，你别说是做太子妃了，到时候你连往太子面前凑的资格都没有。苏玲儿慌了，王氏还在叫嚣，她不管什么后果，只想让苏文渊付出代价。娘，我先扶你去后面，再找个郎中。我不去，现在就入宫。你们还在看什么？还不动手？苏文渊，你拿出5箱嫁妆，今天的事我就不计较。你应该也不想闹到皇上面前吧？你能有如今的身份地位不容易，拿出5箱帮你妹妹，日后你在陈王府有什么麻烦，她也能帮得上你。不然你妹妹嫁不了，你也别想继续做陈王妃了。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苏媛还想要嫁妆，看来我小瞧了那堆箱子。你说什么呢？苏媛，你个薄情寡义的骗子！王氏和苏玲儿，你们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就是把嫁妆扔了，也不可能让你们用上一点。他们内斗，苏文渊也走不了，场面出现了僵持。正闹着呢，盛景玉从外面走了进来。本王好像听到了，有人要休了陈王妃，想过会闹，但这闹得也太凶了吧？耶，他怎么会来？皇后那边的问题都解决了。王爷怎么来了？王妃回门，本王理应陪同，可母后身子不适，本王不得已入宫，这时候才来，不算晚吧？现在乱成这样，幸好他看不见。不算晚，正好赶上了热闹。夫人正要去父皇面前告状呢，好让你休了我。为什么？盛景玉明明都看到王氏脸上的伤口了，却还是得装作看不见。现在看不见也挺好的，不然他都不好意思替苏文渊说话。苏文渊划伤我的脸，王爷你快休了他。哦，划伤你的脸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
苏文渊不想多说，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事，其他人是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毕竟是他们先讨要嫁妆的。没人回话，看样子是做了亏心事。王妃可曾受了委屈？受气算吗？来这一趟，差点没气个半死。你还受气了？苏丞相，我们王妃年纪小，以前在府里就被人欺负，如今怎么说她也是陈王妃了，您这再欺负我们王妃就不合适了吧？谁欺负她了？怎么陈王府的人都会颠倒黑白呢？我们王妃从府里出来的时候，衣服上连个褶皱都没有，现在头发乱了，发髻松了，这脸色都变得难看了，这总不能是高兴的吧？时辰差不多了，王妃还是回陈王府吧。盛景玉过来就一件事，带着苏文渊安全的离开。王氏不甘心的看着他们，苏元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苏玲巴不得他早点走。真闹到皇上面前，我这辈子就毁了，以后还怎么和苏文渊斗？梦琪，去后院祠堂放把火。好。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烧祠堂，你就不怕他们真得闹到父皇面前？王氏说了，有能耐我就再放一把火，他不怕，那我会怕吗？凡事都要有个出处。苏元要是因为这把火去找皇上，那我也可以顺势回答一下，陈王府的那把火是怎么来的？他们不折腾，我也想好好活着。岳秀已经哭得不行了，听到苏文渊要烧祠堂，他就想起了当初的那些日子，祠堂里没有他娘的牌位，他却跪了1日又1日。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想，如果有一天我把自己作死了，嫁妆都是你的，你往死花，花不完就扔，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他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记得给我娘立个牌位。为什么要等你死了才给你娘立牌位？你现在想，现在就可以啊。安乐侯叛国，他们的牌位是不可能有的，但他娘的牌位说不定可以，毕竟当年皇上并没有牵连他娘。现在也行吗？行，叶山去准备一下王妃母亲的牌位。这下苏文渊开心了，一上午的不愉快消失大半。皇后留你是为了说我的坏话吧？没提你。我那么说皇后，皇后没趁着我不再说我坏话。母后只是跟我道歉，说今天病了，脑子有些糊涂，还解释了为何我成亲这般草率。哦，看来皇后还是很重视和盛景玉的母子关系的。皇后的亲生儿子都不如万贵妃的一个儿子，太子之位她肯定替自己的儿子争夺过，甚至现在都没有放弃。有盛景玉帮忙，成功的几率才大。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皇后为何针对我？母后和我解释说，成亲一事从简，是因为我不愿娶亲，她和父皇又怕没人照顾我，所以想着尽快娶一个。我又吩咐了一切从简，所以她不敢多折腾，怕拖的时间长了我又反悔。但真的成亲了，她开始反悔了，怕找的新王妃不会照顾人，所以她才针对我，想要试试我的性子。她是这么说的。哼，明里暗里解释这么多，我可不信就这个理由针对我。王妃先进去吧，我一会儿把这簪子取下来，再给你送去。今天也真是奇怪，好像所有人都认识这套发饰，就我不认识。叶山笑着把这套铜面的来历解释了一下。多少？几十万？那具体是几十万啊？应该是50万两银子往上，具体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快扶住我，赶紧回竹月阁，拆了，都拆了。好家伙，早知道这么值钱，就小心点了，这要甩掉个珠子什么的，不得掉价呀。以后万一要逃难，先把这套头面拿着。弄了半天，他不只是不认识，还不知道价。苏文渊回去仔细查了下嫁妆单子，还把叶山给借了过来，最后重新把嫁妆定了个价，决定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。重新给我带上，丢了也不怕。王妃带完就可以去用膳了，厨房已经备好了午膳。小厨房呢？小厨房也做好了，刚做好的时候，整个竹月阁都是饭菜的香味儿。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厨子，府里那些只会煮菜叶子的，适合去喂兔子。下人还都围在前厅外面，探头看向桌面，都要流口水了。让小厨房多做点，府里下人日后愿意吃小厨房做的，就让小厨房做府内的1日3餐。王妃既然嫁给王爷了，理应同甘共苦。我就看到共苦了，王爷最近也没吃药，桌子上的饭菜他都能吃，可你们厨房为什么不做？王妃没看到的铜柑在厨房呢。今早厨房的人吃的是鱼肉粥，还有炒虾仁，饭后还有乳酪羹和龙井茶。那府里其他下人吃的什么？白粥、咸菜。孟侍卫这话倒是让老奴没法解释了。早上的鱼肉粥和虾仁可都是为了临安阁做的，你也吃了，最后怎么说是我们厨房的人吃了？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临安阁是孟琪这类侍卫住的地方，叶山回来时带回来了部分侍卫。
你们厨房吃的比我们还多，而且不止一次了。之前林安阁吃的也没你们好啊，厨房里鸡汤一锅一锅的熬，林安阁一根鸡毛都没看到。闭嘴吧！哼。其实厨房没怎么苛待他们，高婆子就算胆子再大，也不敢苛待他们啊。外加平时府里事务是叶山负责的，孟其纯是看不惯厨房里的这群人。给林安阁做多了，总不能扔了吧？厨房离得近，就先可着厨房。要是全府都吃这些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。你孟侍卫，我知道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林安阁的三琛、小厨房一并负责了。越秀吃完饭再去请2个人，别累到他们。哼，那我就先架空这个大厨房。别呀，王妃又要请人，怪麻烦的。我们以后好好计算分量。不用了，算10几年都没算明白。再说了，把你们的活儿分出去，你们也轻松些。哼，少干点活正好，我们也能歇歇。有能耐就让全府的人都去那边吃。王爷又不修行，还是吃点肉吧。你这是和厨房较上劲了？我是和府里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较劲，倚老卖老。府里的小丫鬟都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？孟琪是府里的侍卫，他不只会传话，要是有些需要他的地方，可以让他去办。哈哈哈，比如呢？比如这几位婆子家里的情况，王妃在查账，那可以查查他们贪的银子都花在哪了。这才是聪明人，这姐弟俩怎么一点都不像呢？还不快去！哦。出宫时，本王遇到了万贵妃身边的人，他说万贵妃邀请你参加过2日的赏花宴，你还答应了？不算答应，具体也得看我愿不愿意去。很快各家就都会知道，陈王妃要参加万贵妃的赏花宴，不愿意去恐怕也不行了。腿长在我身上，你介意我去吗？皇后和万贵妃针锋相对，盛景玉和太子也是一样。我前脚惹怒了皇后，后脚就去参加万贵妃设宴，听着不太合适。我没什么好介意的，就怕你不敢。万贵妃此次设宴是为了给太子找一个合适的太子妃，只要你去，就一定会被比较。那我一定要去。女主就是在这宴会出场的。书里苏文渊并没有收到邀请，但该有的嘲笑一点都没少。而且苏玲儿也去了，还说了很多瞎编乱造的故事。这种场面能不去吗？王爷要一起吗？不去。哦，万贵妃和母后不一样，她若是不满，敢叫宫中侍卫把你打出来。这场宴我要是不去，就是任由他们胡说八道，再加上苏玲儿刻意引导，一场宴会就能让我身败名裂。你这么招人恨吗？比你还招人恨吗？丞相府那边一直吵到半夜，王氏执意要入宫告状，苏元一言不发，最后询问苏玲儿的意见，让她做主。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娘，万贵妃正在给太子选妃，我们这时候闹到宫里去，苏文渊胡说八道，我还怎么做太子妃啊？他划伤了我的脸。娘，你去告状也没用，还有陈王做靠山，皇上不会把他怎么样，等我做了太子妃，让你划回来。当年那狐狸精就长了那么一张脸，把你爹迷得差点甩了我。他女儿比他有出息，竟迷住了王爷，送苏文渊去陈王府，是想让他去死，结果摇身一变成陈王妃了。没关系，陈王是个瞎子，他和皇位无缘，能登上皇位的只能是太子。娘，你得分得清哪头重啊。王氏终于放弃了入宫告状的想法，苏元跟着松了口气。这次万贵妃设宴，你一定要给娘争脸，娘能不能报仇，全指望你了。苏玲连连保证，又和王氏聊到天亮。这一晚上，他们竟骂苏文渊了。你昨晚梦到什么了？梦到有人骂我，我还不能还嘴，气死了。你是没还嘴，只顾着动手了。这一晚上手脚并用的扑腾，一惊一乍的。王妃，你娘的牌位已经摆在祠堂里了，要不要去上炷香？哇，这么快啊！洗漱完就去。其实昨晚就弄完了，但怕打扰王妃休息，今早才来说的。把我娘的牌位放在陈王府，是不是不合规矩啊？玉妃娘娘的牌位也不该在府里，但只要王爷同意就合规矩。不过安乐侯的牌位不行，他们还是罪臣。这我知道，不会因为这个为难王爷的。孟琪这才刚起床，嘿嘿，我早起去探查消息了，回来赶上了第一锅，小厨房特意给我留的。本王怎么稀里糊涂的就给他娘立了个牌位呢？不糊涂，王妃不是说了吗？她要是死了，嫁妆都给您，随便花。您都得了嫁妆，立个牌位也没什么的。可她没死啊！别杀了吧，这王妃挺好的。谁说要杀她了？你为什么这么向着她？之前那些女人不比她温柔懂事吗？懂事有什么用？不还是死了吗？冷静，别生气，大清早生气对身体不好。你去把你姐姐换过来。我弟弟有点笨，他要是做错了什么，王妃多担待些。没关系的，孟琪啊，厨房还有鸡腿，去那边多吃点。孟琪开心的去小厨房了。盛景玉那边还是想不通，他好像被忽悠了。王妃什么都没干，不过说了2句空话，我就答应给他娘立个牌位。
不算空话，王妃是发自肺腑，那么多嫁妆，她死后都可以留给你，换一个牌位，王爷你赚了。可他什么时候死啊？王妃没打算死，她昨天说要好好活着，可能活到7老80也就差不多了。空手套白狼，我还上当了。府内除了厨房的下人，其余众人皆转至小厨房附近。小厨房人手短缺，府里的下人们竟自发前来协助洗菜，只为能吃上一顿美味佳肴。这般情形持续了数日，逐月阁愈发喧闹起来。视频剪那么久都没来及吃饭，而且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配上美食才行。还好我在抖音商城买了双汇玉米香肠，口感爽脆，价格实惠，这一单不到9块9。我还买了好多其他小零食，趁节日跟3、5好友聚会用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并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，赶快点评论区看看吧，先到先得。而厨房那边，众人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转变。府里的人都不吃我们这的饭菜，我们也好几天不做了，再这样下去不会被撵走吗？爱吃不吃，我们给王爷做了。我们来陈王府就是来照顾王爷的，只要王爷还在，谁能撵走我们？王妃弄出个小厨房，其实就是妥协了，使唤不动我们，就只能自己弄。就是你可真没享福的命，现在这日子轻松，还有银子拿，安心待着吧。等到领银子的时候，王妃不会不给吧？他给什么？厨房的花销都是从叶善姑娘那拿，到时候我去，不用你们。有玉妃做靠山，还有皇后托底，他们已经狂得没边了。苏文渊也不急，拔掉这些老家伙总要费些功夫。孟琪那边查了好几日，给了苏文渊好大一个惊喜。王妃，那高婆子竟然买了个大宅子，平时还总往家里送了好多好东西，跟着她的那个董婆子也给2个儿子都盖了房子，其他人差一点，可银子都没少捞。哼。这天又到了府里发月钱的日子，苏文渊翻看着名册，府里人太多了，几天的功夫也没记住多少，但是在他眼前晃悠，干活的和没干活的，他记得很清楚。先从逐月阁开始吧，上2天逐月阁内的下人都被罚了1月或半月的月钱，但我看了几天，有些人的月钱可以不罚。被念到名字的上前领本月月钱，再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几人面带欣喜的接过月钱，剩下的则是一脸的不高兴，互相推诿，想找个人上前说说。剩下的人调离逐月阁，一会儿领自己干活的区域。王府怎么能乱成这样？玉妃安排了厨子，就没安排个主事的？众人站了1个多时辰，终于轮到了厨房。厨房里的人，王妃就不要问了，你恐怕不如我这个老婆子了解。嘿嘿，现在的厨房还真是上下一心。王妃可以把银子都给高婆子，她回厨房分发，也省得浪费王妃的时间。行，你们先靠后，让月秀给你们算银子。这个月府里新来了几个人，不足月，但做得不错，就给你按照半月算，发1半的月钱。新来的月钱怎么这么高？我都来府里5年了，还只是8000，他们半个月竟然有这么多。他们半个月就1两了，这不对吧？看吧，王妃还是年轻，月钱差距这么大，大家还能愿意给她干活吗？当初到底谁说的陈王府可怕？王氏打理的丞相府都没人敢这样，我一个王妃还不如王氏有威望，还是脾气太好了。不想干的去多领1个月月钱，之后滚蛋。这么多年自己是怎么干活的，心里没数吗？王妃选了几名管事，凡是做了管事的1月2两，等会儿就宣布管事的名字，剩下的月钱不变，不满意的这就可以走。几位婆子相视一笑，府里要选管事，那能少得了他们吗？月秀把厨房的银子交给高婆子，高婆子故意一松手，钱袋子掉在了地上。哼，谁的银子谁心疼，有能耐他别捡啊！高婆子顿时有些尴尬，大家都在看着她，她还真不好意思弯腰捡。小厨房的5位厨子，每人2两5钱。他们半个月竟然有这么多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这才只是半个月，以后好好干，少不了你的。本王妃最不能亏的就是这张嘴，要是地方够大，还想再请10个8个厨子。王妃放心，以后我们几个变着花样做好吃的。高婆子等人脸色难看，更有其他院的下人向他们投去了嘲笑的目光。原本可以讨好王妃的机会，非要和王妃过不去。本王妃别的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念管事名字吧。没事没事，管事也有2两呢，能多拿一点是一点。一个又一个名字喊出来，不断有人面露惊喜，但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厨房人的名字。以上这些管事，等会儿跟我走，给你们安排地方，以后好好管束手下人。有偷懒的直接报上来撵走，没做管事的反思一下自己做了多少活，又偷过多少懒，不服气的现在就可以走。王妃，我们厨房就没个管事吗？你们厨房现在有多少事，还用人管着？哼哼，厨房那么多人，每天就给盛锦玉摆上几盘菜叶子，还想要多少月钱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管着厨房里的事，这月钱也该往上涨一涨。府里干了多年的人不止你一个，涨不涨全看我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服气的可以走。我们是玉妃娘娘派来的人，凭什么走？是啊，你们是玉妃娘娘派来的，那月钱也是玉妃娘娘定下的，我凭什么涨啊？
哈哈哈哈！有能耐叫玉妃上来给他涨月钱了。府里已经是王妃做主了，他们还依靠一个玉妃，真是看不清形势。他们不断提起玉妃，会不会太失礼？王爷会不会不开心啊？王爷会不会杀了王妃啊？这个王妃挺好的。王妃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府里的混乱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王妃能这么快理清楚，并且定了以后的规矩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而且她保证了公平，府里勤快的都涨了月钱，也让厨房那边的人吃了个哑巴亏。那她是不是很聪明？是你还不学着点儿，就知道吃，几个破鸡腿吃好几天了。哦，不就是想把我撵出去吗？想都别想。行，王妃不愿意给我们几个涨月钱，那我们也得尽心伺候，不是？不能对不起玉妃娘娘，我们可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。高婆子捡起钱袋子，转身走出逐月阁，几个婆子坚定地跟着她，剩下的人犹豫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跟着高婆子走了。我可没有对娘娘不敬的意思，只是这几个人早就不像当初了，不用点手段是撵不走的，多有冒犯。王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倒是说句话呀，吓死了。不用扶，当年本王吩咐过，祠堂里多余的东西全都拿出去。苏文渊早就发现了，盛景玉常去的几个地方基本都没什么东西。唉，以前意气风发的王爷，现在却要用暴怒来掩盖自己的自卑。王妃为何叹气？累了，我可不敢说实话，万一自破他的自尊心怎么办？盛景玉死也想不到，他这么一个暴虐的王爷，在苏文渊心中是个小可怜的形象。厨房的月钱都在高婆子手里，本来府里下人都是8钱，厨房也不例外，但高婆子会抽掉一些，等厨房的花销银子拿到手，再随心情给他们赏点。其他院里的升为管事能拿2两，没升也能拿8钱，我们跟着高婆子却只能拿到5钱，剩下的还得靠低声下气的祈求来。最重要的是高婆子一个不开心，就拿不到原有的月钱。以前忍忍还好，毕竟厨房吃得好，可现在外面的人比我们吃的还好，唯一的好处都没了。而且说不定不进厨房，我们还能混个管事做，一个月2两呢，你去说说。高妈妈，这个月要不就多给些吧。就是啊，人家都能拿2两，我们就这5钱，够干嘛的？我们可是一直都跟着你，王妃出手那么大方，我们都没投过去，您就把我们应得的给了，我们还跟着你啊。你们这是要反了天了！我平时赏你们多少，瞧你们一个个眼皮子浅的，让人笑话。高婆子递给董婆子一个眼神，让她帮忙说说，平时这份银子可都是他们2个平分。不料董婆子还没开口，另一位做饭的不愿意了。我也只有5钱，王妃给小厨房厨娘的月钱是5两，这差的也太多了吧？早知道多给王妃做些吃的，现在我们也是5两了。你想的倒挺美的，还5两？别说了，来，都给你们！吵到苏文渊面前，克扣工钱的事就瞒不住了。你们也别不高兴了，明天我去和叶山姑娘要下月的花销银子，到时候做些好菜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这是一句隐晦的提醒，吃食在其次，重点是让大家开心。现在唯一能让大家开心的就是银子。娘娘，陈王府那边有动静了。又闹出了什么动静？好端端的给盛景玉娶什么王妃啊？现在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今天陈王府发月钱，那陈王妃故意针对厨房的人，给他们的月钱最少。为了逼那几个婆子走，她也是什么方法都想得出来。她还花高价请了新的厨子，现在高婆子等人撵不走还不用干活，简直不要太逍遥。这样也好，就留在府中碍她的眼，等本宫和景玉的关系缓和些，再帮那几个婆子把差事抢回来。一个府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还弄2个厨房，不像话。奴婢也是这么说的，她现在也就这点主意了，少发月钱，高婆子等人忍了。陈王妃估计是黔驴技穷，无计可施了。哼，她就那点能耐了，嘴皮子厉害，做起实事还是斗不过那些人精。万贵妃还在准备什么赏花宴吗？是，这次赏花宴办得异常隆重。不就是为了选个太子妃吗？比皇上选妃还要隆重。娘娘慎言，万贵妃是想给太子选个家世好的，好能帮扶太子，本人也不能差，毕竟陈王妃的样貌和家底在那呢。一个庶女，母亲还是最富，这样的出身，现在竟然能让人高看一眼。这苏媛也是个废物，嫁妆都守不住。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让苏灵儿做王妃呢。当年盛景玉没病的时候，他的7皇子和8皇子时常被皇上厌弃，如今皇后想起来还是满腔恨意。日后我的2位皇子成亲，娶的正是出身不及苏灵儿，那他们2个岂不是又低人一头？正因如此，当时才注意到苏文渊，正好太子也注意到了苏文渊，多方配合之下，才让苏文渊做了陈王妃，还特意让皇上警告盛景玉不得杀妻。这下好了，盛景玉还真听话。谁能想到一个一直养在后院从不见人的庶女，能这般有手段，不止嘴皮子厉害，还勾引了王爷。
勾引吗？景玉又看不到，如何勾引？他们两个还没圆房，也不知道景玉是怎么回事。竟然还未圆房，娘娘如何得知？这在陈王府也不算是秘密了。王妃，您和王爷怎么不圆房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王妃，知道您一开始就不愿意嫁过来，但毕竟已经成亲了。陈王恶名在外，你要是执意不肯，万一惹恼陈王怎么办？别操心了，让府里人也都消停点，什么事都议论，关心你吗？这种事要你情我愿，别瞎打听。行吧，别光答应，让府里人也都闭嘴。你做不到就去找叶山，他可以多嘴的，也让他安排出逐月阁。又说了什么事？这么开心？叶山哪里是开心啊，他是忍不住想笑。听盛景玉问，他没有半点隐瞒，如实回答。再去吩咐一遍，还敢议论？舌头别要了。是。好好的男人，怎么就瞎了呢？你说什么？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道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王妃贴脸开大，厉害！王妃说您瞎了。吃什么吃？吃的脑子都不好使了，嫌我死得太慢是吧？我是装瞎，不是装聋，用你重复。王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王妃，这舌头要是不想要了，也可以割了。别呀，哑巴王妃配眼盲王爷，多难听啊！嘴真欠呀。这样听着般配多了。不般配，不般配。王爷快吃饭。啊，不。王爷再尝尝这个。行了。嘿嘿，王爷吃得好，明天还做这些，回见。还可以这样。王妃好像还没吃饭。你就知道吃。太可怕了，王妃，你都要吓死我了！嘿嘿。晚上苏文渊为了赎罪，表现的这叫一个殷勤，一会儿倒茶，一会儿揉肩，恨不得亲自给他换衣服。叶山让小厨房煮碗面，那我让梦琪进来。真是怕了他了。转天，叶山一直陪在苏文渊身边，为了等高婆子过来要钱。以前府里都是叶山管事，现在得有个交接过程。等了一上午都没看到高婆子的影子。高婆子是不是知道自己那个厨房做不了几道菜，所以不来拿银子了？不拿这份银子，他花什么？厨房那些人吃什么？他要是能那么懂事，我也不至于和他过不去。晚上小厨房开始做饭的时候，高婆子来了，先把叶山叫了出去。月秀，把小厨房的人叫出来一个，要厉害的。得嘞。现在府里是王妃当家，这银子得向王妃要。我们厨房和王妃这关系，怎么开口要啊？要不麻烦叶山姑娘帮我们要一下。各处管事想领银子，都得去王妃面前亲自要，没有找人带领的。叶山转身回到院子里，高婆子也跟着进去了。他进去时，正好看到苏文渊给胡妈妈一袋银子。这是什么银子啊？哎呦，王妃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打算给银子吗？这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？你诬陷王妃，王妃早就把银子准备好了。王妃误会，这不是误会了吗？走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整个府里只有你们的人自己做自己吃，这点就够了。府里其他人不吃你们做的，这点银子你们自己做自己吃，正好。这吃什么呀？王妃，是你弄出个小厨房，让我们大厨房没活干的。是啊，现在府里白给你们月钱，让你们自己做自己吃，还要怎么样啊？王妃，光是这点银子，厨房的人都不够。你们厨房每天吃什么呀？这还不够。按照之前的待遇，一天好几只鸡、虾仁当饭吃，恨不得用茶水洗脸，那的确不够。之前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厨房吃的和其他院里下人吃的一样，你们是给临安阁做多了，才吃到些好的。可这……你别不知足了，府里现在就是纯纯的养着你们，不干活还拿月钱，每天就是给自己做饭吃。之前不是挺开心的吗？王妃，不行，府里的3餐还是我们厨房来吧。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，手机没话费了，可怎么行？还好月底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券，操作简单到账快。现在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者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，赶快进评论区看看吧。还没说完，就被胡妈妈给骂了，还上手推搡，把人推出了逐月阁。府里下人都在看笑话。胡妈妈干得漂亮，等他们腾出地方，你们就有大厨房用了，比这里宽敞。这种人直接打出去就好了，王妃还和他折腾什么？
不折腾不行啊，人家有活靠山，我前脚撵出去，后脚就有人敢给我送回来，我得让这些人不敢回来才行。都看什么？闲的没事干了。看看今天你们厨房吃什么？可别乱问，人家吃的我们吃不起，我们没长那个嘴。就是我们只配吃馒头咸菜。众人七嘴八舌，把先前高婆子等人说的话如数还了回来。他们还说起来没完，高婆子气得跑了出来，和他们扭打在一起。消息传回竹月阁，苏文渊让叶山盯着点，看哪边吃亏，再决定拦不拦。晚上厨房那边一个个在房里互相擦药。府里还有没有个规矩了？明天我就……哼，明天怎么样啊？去找王爷还是找王妃？谁给你做主？王爷不管后院事，王妃又得罪得死死的，现如今想找人做主都没法子。我去找皇后，谁和我去？没人应声，眼神左躲右闪的，不肯搭话。哼，看看我今天领的银子，就这点别说分了，吃喝都供不上，以后每月都这些，你们能忍，那我也凑合忍忍。忍不了，一点都忍不了。去，皇后娘娘怎么都不帮我吧。王爷，我想把浴桶放到房间里。不行，你这些天都是在偏房洗澡换衣服，屏风后面空着也是空着，放个浴桶又不碍事。不行，府里又不是没地方，用得着都挤在一起吗？现在苏文渊都这么放肆了，等浴桶放在屋里，说不定会看到什么。我去旁边不方便，我们的衣服不一样，你的可以走来走去，我穿的不行。苏文渊努力解释二人衣服的不同，怕盛景玉想象不出来。这要说嘛，他穿的那身薄到几乎什么都挡不住。苏文渊从嫁妆箱子找出2套衣服换着穿，这2身衣服看得盛景玉口干舌燥，偏偏还得当看不到。早知道不和你说了，这是什么很过分的要求吗？是很过分，你要是喜欢，可以在偏房造个大一点的浴池，但绝对不能把浴桶搬到房里，或者换个衣服，挑些好布料，总能做出舒服的。王妃方便说话吗？进来吧。高婆子等人要去找皇后告状。啊，这么快就撑不住了，还以为得喝几天的粥呢，看样子明天又能吵架了。2侧偏房已经准备好了洗澡水。哼，王妃怎么不高兴了？没事，以后他会想明白的，我也是为了他着想，他要是执意不听，那就不怪我了。王妃，几个婆子鬼鬼祟祟的从后门走了，我已经让人跟了上去，十有八九是去皇宫了。几个早年离宫的婆子却能入宫同皇后告状，王爷，他们到底是谁送来的？我母妃地位低下，又不受宠，在府里不过是个侍妾。生下我以后，先皇直接越过了父皇，把她抬为侧妃。后来父皇登基，她才做了御妃。从小到大，我的吃穿用度实际上都是母后安排的。这几个人就算是她的人，也不奇怪。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。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。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皇后对盛景玉是真的好吗？总觉得皇后针对自己也是为了不让盛景玉好，但这话我可不能说，万一人家母子情深，我这不是挑拨离间吗？唉，就各论各的吧，他们母子情深，我和皇后势不两立。几个婆子焦急等候，怕皇后不见他们，要是不见的话，他们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。好在没等多久，就瞧见了程嬷嬷。你们不在府里好好做事，找皇后娘娘做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奴婢们没法做事了。那陈王妃在府里只手遮天，我们这群王府里的老人被挤兑的没了去处。王妃招了新人，明显是要撵我们出去。我们也不求什么，就是想替玉妃娘娘好好照顾王爷。月钱什么的不重要，不能让我们没事做呀。竟然是这样。是啊，还请皇后娘娘替我们做主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在宫里待一段时间，本宫还有些事情，忙完了自然会请陈王妃入宫，同她好好说说。是。苏文渊在府里等了多时，都没见宫里的人过来，不知道皇后又要弄什么幺蛾子。中午的时候，程嬷嬷才到。府里那几个婆子早早的就去找了皇后娘娘，为何嬷嬷这时候才来叫我？王妃对府里下人不公，这些嬷嬷是府里的老人，有怨气是正常的。皇后娘娘本想劝劝他们就罢了，不料皇上突然知道了这事，这才来请王妃的。哦，原来是在等皇上啊。临出门时，盛景玉突然出来了，要和苏文渊一起入宫。程嬷嬷笑得很勉强，不太想让盛景玉入宫，但又拦不住。不过是撵走几个婆子，把王爷都惊动了。看来这几个婆子还真难对付。有些话你不方便说。哦。皇上，陈王妃来了，陈王殿下也跟着过来了。盛景玉莫不是疯了？怎么总跟着苏文渊啊？让他们进来。景玉，你先坐到一旁。盛景玉这个没义气的，这就起身了。陈王妃知道朕召你来是为什么吗？
就算来时不知道，现在也该知道了。陈王府的事情竟然闹到了父皇面前，真是小瞧了你们几个。陈王妃不得无礼。这几个婆子是什么身份？我一个王妃竟然说不得？你府里的下人控告你行事不公，还管理不好府中杂事。赏罚分明，各司其职，有什么问题？前日刚发了月钱，儿臣刚好带了名册，父皇看看哪里有问题。叶山把名册递上去，又拿出府里以前记的一并呈了上去。皇上将信将疑的接过来，大概扫了几眼，面上露出几分欣赏。整个名册清晰简洁，十分细致。你嫁给景玉不过10几天，就把府中下人了解得这么清楚。正因为时间短，所以才有机会了解。有些人仗着自己在府里的时间长，便拖大摆谱，谁也使唤不动，全都被我看在眼里。苏文渊说完，便转头看向那几个婆子，指向性很明显。皇上猛地合上名册，冷眼看着他们，想听听他们的解释。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皇上，奴婢说的没有半句虚言，这册子就是他行事不公的证据。他说是赏罚分明，可就算不公，也没人敢说，说了就要被撵出去。到底是真的犯错，还是王妃偏心？只有王妃自己知道。府里被罚的那些人，也是不得不签上名字。你的意思是，在这册子上签名的人都不认可自己犯的错误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这后面有一页没名字的，父皇可以看看。我若是有能力逼人签字，为何不全都签上？高婆子脸色一变，府里没签字的，只有厨房的人。高婆子，董婆子，王妃当时没让我们签字，不是我们故意不签的。月钱都是同一天发的，当时你们也在，我挨个问询，问到厨房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说的？忘了。嘿嘿，可我没忘。父皇，儿臣想对府里的人有个全面的了解。问到厨房的时候，高婆子不让我问，说我没有她了解。这位董婆子让我把月钱都给高婆子，到时候他们回到厨房自行分发，免得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一个陈王妃想问问府里下人的情况，需要得到这2位婆子的首肯。你们有没有把主子放在眼里？王妃还在跪着吗？快自作！皇上也从中看出了几个婆子和苏文渊的矛盾。苏文渊刚要开口，请皇上帮忙处置了几个婆子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就算有心想帮王妃，也不能用这种态度说话。是王妃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怕王妃累，外加厨房的这些人，奴婢熟悉。王妃要是想知道，问奴婢就行。对，那天王妃发月钱发了快2个时辰，我们也是怕王妃累才这么说的，并非对王妃不敬。那你们过来告状，也是怕陈王妃受累。府里下人都能入宫状告王妃，朕要是不处置你们，以后陈王府还有规矩吗？皇上息怒，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，陈王妃也有一定责任。这是要硬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陈王妃有什么责任？听说你在府里又弄出一个厨房，还花高价雇了几个厨子，把他们的事给分出去了。是啊，这就对了，这些婆子都是当年玉妃妹妹送到景玉身边的，是玉妃宫里出去的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好好照顾景玉，你却又弄出个厨房，抢了他们的差事，月钱还不统一，他们心里能舒服吗？苏文渊就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不可能甩开玉妃这个挡箭牌。提到玉妃，皇上看向他们几个的眼神都变了。活着的时候没有多喜爱玉妃，但死了就开始怀念。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，手机没话费了，可怎么行？还好月初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券，操作简单到账快。现在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者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，赶快进评论区看看吧。怪不得朕看着眼熟，原来都是当年玉妃宫里的人。当时年纪大了，应该放出宫去，可玉妃多留了一段时间，说日后送去陈王府。娘娘去得早，就留下这么一位王爷。奴婢等人没有别的愿望，就想替娘娘好好照顾王爷。是啊，只要王爷健康顺心，奴婢等人死而无憾。现在王妃嫌弃我们，不想用我们，奴婢们这心里实在是难受。皇上，名册上我们几位老奴只有1两的月钱，府里厨子是5两，小丫鬟们也有2两的，但我们不挑也不在乎，只要能好好伺候王爷就行。皇上，这一群婆子在府里伺候多年，月钱一次都没有涨，还能尽心尽力的伺候，可见忠心。他们不过是想报答玉妃妹妹的恩情，有什么理由不成全他们呢？况且都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景玉的一应吃喝，他们都习惯了。既然是玉妃留下的，你们若是走了，她也不安心。陈王妃、王夫人也不多，用不着2个厨房。你要是喜欢那些厨子，就并到一处，但月钱要统一。想在陈王府当家做主，你还嫩了点。盛景玉也以为苏文渊没办法了，刚要说话，却见苏文渊平静地站了起来。他走到皇上身边，接过名册，又递上一个账本，账本还是打开的。父皇想用他们，儿臣没意见，但还请父皇看完这本账再做决定。皇上随手接过来，打算敷衍地翻看几页，这事就算了。
这些年他们是没涨月钱，可贪污的银子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皇上兴致缺缺的翻看，还没看完，几份证词又呈了上来。昨日他们几个挨了打，今早儿臣就调查清楚了，动手的是府里全体下人，除了厨房那些人，他们在府里这些年克扣大家的月钱，还欺上瞒下的克扣吃食。府里这些人想要吃些好的，就得想办法贿赂他们，一个个心中有恨，才对他们动手的。几个嬷嬷竟然能在府里作恶多年，污蔑都是污蔑，皇上可不能信啊！王妃看我们不顺眼，拿了几份假的证词，就想污蔑我们。不过是府里下人的事，这么大张旗鼓的，我这个皇上也太闲了。皇上态度这般，苏文渊也着急，证实证词不难，找2个人去陈王府就行。可这一来一回的，皇上总不能就在这等着吧？既然这事有意义，那就查清楚再说。皇上先回去休息吧，交给臣妾。要是交给皇后查，这事就稀里糊涂的遮掩过去了。日后高婆子等人行为收敛，我寻不到错处，就没法撵了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皇上也生出了退意，刚想顺势离开，就听到一直没说话的盛景玉长叹一口气。景玉，你看这是要怎么办？王妃说的这些，几个婆子不认，说是王妃污蔑。儿臣第一反应也是不信，他们都是母妃派来的人，儿臣自然信任他们。可父皇正在看的东西，都是儿臣亲耳听到的，府中下人皆能作证。或许是府里人惧怕你，王妃怎么问，他们就怎么顺着说了。那不是还有账本吗？这么多年的旧账，王妃查了多日，多亏了王妃，儿臣这才知道，府里下人欺负儿臣眼盲，便肆无忌惮，左右儿臣看不到他们，便想怎么瞒就怎么瞒。眼盲2字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盛景玉挺忌讳这件事的，很少提起。皇上听到后顿时心疼起来，火气蹭蹭的往外窜。你们几个承不承认？不承认，朕这就派人去查，查出来以后全都处斩。皇上气得直接走到他们面前，连踹了几脚。苏文渊回到盛景玉身边，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。皇上，我们只是一时糊涂。皇上饶命，我承认，我这些年是拿了些银子，但都是他给我的。我的银子也是，而且我拿的不多，也没向府里下人要银子。亏你们还好意思提报恩2字，你们就是这么报恩的吗？亏得本宫还替你们说话，你们真是一群狼心狗肺之人，这些年贪了多少，全都交出来。老奴一时糊涂，这才贪的。儿臣发现他们贪污，就想把他们撵走，可他们拉出玉妃娘娘，又有皇后帮忙，实在是撵不走。没办法，这才又请了几个厨子。现在府里留着他们，既不干活，又得照领月钱，儿臣也是有苦说不出。本宫不知其中细情，怕你找的人照顾不好景玉，这才想留下他们。我们几个是贪了点，那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可我们从没有亏待过王爷，一直把王爷照顾得好好的，10几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们记得王爷吃药有忌口，做菜始终小心翼翼，若是换了人，必然照顾不好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闭嘴！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是为了你们贪污的那点银子才要处置你们？府里不差这点银子，你们要是真做得好，这么多年也该赏。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苛待王爷，这些年你们做的什么饭菜都说出来听听，让父皇知道你们是怎么照顾的，别冤了你们。你们每天都做些什么？儿臣刚入府那天吃的是清粥，那天还做了清炒藕段、水煮白菜、凉拌黄瓜丝。对，还有一碟咸菜和几个馒头。同一天，他们几个婆子吃的是虾仁蛋羹、杏仁饼、荷包里脊、清蒸肥鸭、辣炒兔丝和鱼汤。王爷喝药时有忌口，吃不得荤腥。我一个刚入府的人都知道，王爷的药断断续续，不是一直吃。上次吃药还是1个月以前，你们却坚持做了10几年素菜，说自己尽心伺候，结果连王爷何时忌口都弄不清楚，一味夺揽，好东西都进了你们几个的肚子。高婆子面如死灰的跌坐在地，其余几人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已经晕过去了。景玉，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怎么不和朕说？是臣妾不好，对景玉关心的不够，没有发现府里竟有这些刁奴。皇后这戏演得真好，她和这几个婆子熟悉，会不知道他们做事敷衍。景玉，这些人交由你处置，你想怎么处置都行。王爷，你留我们一命，求您记得以前的情谊。当年我们几个哪个待王爷不是真心？那时王爷温柔和善，这才纵得我们无法无天。求王爷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日后好好伺候王爷，不会有半点怠慢。直接拖出去斩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年纪大了，不抗折腾，万一死了，本王就亏了。今日起，全部关入大牢，1日3碗清粥，不许人探望。每逢年节，给你们添上一道素菜。高董2位婆子一直关到死，其余人先来个5年吧。这折腾人又不让死的法子，想必他想了很久吧。
侍卫把人拖了出去，直到走了很远，还能听到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景玉身边有你照顾，朕很放心。皇后满腔恨意，但不得不装出满意的样子，咬牙切齿地说了几句违心话。照顾王爷是应该的，也请母后放心，日后陈王府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我操心，您不用时刻盯着，小心被小人利用。他们欺上瞒下，又仗着有您撑腰，我这管不得也骂不得的，实在难受。以后陈王府的事，本宫少过问就是。苏文渊回府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小厨房的人搬家，换到大厨房去。对了，梦琪，去和王爷说一声，他们贪污的那些银子可得交出来，补给府里的丫鬟小厮，委屈他们多年，总要有个说法。突然觉得这个王妃可以帮本王做不少事。是，王爷先前提过要把他们撵走，可都被皇后挡回来了。现在王妃不怕和皇后撕破脸，王爷也不必担心打草惊蛇。今日本王偏心王妃已经惊了，但是不怕，偶尔敲打一下，才能露出更多马脚。娘娘在担心什么？景玉养了他们多年，不是最近才发现他们贪污，为何突然开始针对他们？还不顾玉妃的情分，不会是发现当年的事了吧？娘娘别胡说，王爷是自己病的，眼睛是因为病重才瞎的，和任何人都无关。不会是那几个婆子发现了吧？怎么会？此事做得隐秘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次就是得罪了王妃，可能王爷有点偏心王妃的意思，但要说发现了什么，不太可能。景玉要是真的发现了，肯定会有什么异常，以他现在的性子，杀进宫里也是有可能的。那几个婆子还是处理了吧，免得日后想起不该想的，给本宫惹麻烦。娘娘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以前当然放心，自从有了这个苏文渊，弄得本宫疑神疑鬼，景玉鬼迷心窍的，也开始向着他。这个王妃要爬到本宫头上来了。这个王妃，我也挑不出什么错处啊，能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王爷会偏心，他也是正常的。本宫之前选的姑娘，模样身段、才学品行，哪个不比她好？景玉别说是留下了，看都没看一眼就把人……王爷初见那些姑娘都觉得心烦，这和陈王妃一样，成亲那日，王妃也不受待见。那后来是被下了降头？后来是尝到甜头了，那些姑娘没机会让王爷了解。娘娘当时要是也能保住他们的性命，或许现在受宠的就是那些姑娘了。听你这意思，再送去几个。如今府里有王妃还活了下来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心思活泛的丫头。王爷要是还不留，我们对外就说王妃善妒。次日早朝，正式讨论完毕，皇上突然夸了苏媛，说他教养了一个好女儿。只是这一句话，苏媛也没敢多问，回去同王氏一说，王氏也高兴坏了，喊来了苏玲。后日万贵妃设宴，女儿今日被夸，这两者莫不是有什么关联吧？有没有关联，这事都得让贵妃知晓。后日别忘了说，只要她知道了，关联就来了。娘前几日给你订了几件衣服，你明天去试试，好看就多做几套。等你做了太子妃，定要去陈王府杀杀她的威风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王妃，我今早出府，外面可热闹了。那些官家小姐为了去这次的赏花宴，为了些头面首饰大打出手，还抢衣服、夺胭脂水粉，在京城里都闹开了。抢的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啊？我看着都没有王妃的那些首饰好看。王妃明天想戴哪套？当年丞相府宴会酒席，苏文渊被一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极尽所能的挖苦，这笔账越秀记到现在。嘿嘿，不止我要漂漂亮亮的，明天你也得好好打扮。我不要，王妃给我好多了，这是一套，拆开就不好看了。总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像真实发生的，就和做梦一样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，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来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那我就送你一整套，走，我们去挑一套。不用了，我有很多了。二人正来回拉扯，一抬头，梦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气鼓鼓地站在他们面前。你不是去大牢了吗？谁又气你了？董婆子还算配合，在哪藏的银子都说了，属下也把银子拿回来了。虽然还差了许多，但看她的样子，的确是没有了。可那个高婆子死也不说，我用尽了办法，她就是不说，还故意告诉我的确藏了银子，简直要气死我了。一个后半辈子只能在牢里的婆子，竟然能把你气成这样。不用生气，就算他不说，那银子他也花不了，家人也用不上，咱们府里不差这点银子。今天厨房做了玫瑰酥饼，去尝尝。他还骂你了？他都被关进牢里了，还有功夫骂我呢？走，去牢里听听他怎么骂的，我还不信了，治不了他。梦琪后悔和他说了，他和越秀2个人拦都没拦住苏文渊。王妃，我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，对不起你和王爷，饶了我们吧，对不起你和王爷。梦琪，去让他们几个安静点。是。你想见我？
王妃，我知道只有你能救我，好像有人要杀我。我知道一个秘密，可我不敢说要见你，我说了，死的就更快了。去拦一下梦琪，你知道怎么拦？我时间不多，真是有用的秘密，可以放过你。当年王爷病重导致眼盲，或许是皇后所为。你胡说什么？谁不知道皇后待王爷极好，如同亲生。我们在府里多年，皇后其实一直都虚情假意的对待王爷，没有那么好。毕竟不是亲生，皇后还有自己的皇子，对盛景玉好，可能只是拉拢，可她应该不会恶毒到要毁了盛景玉吧？还是以亲人的名义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王爷当年喝药时用的药盏是被换过的，那只药盏颜色很浅，用药泡了2天后颜色会变深。不可能，书里写过，盛景玉生病时，太医异常谨慎，率先排查了中毒，后得出结论就是突患急症，身体虚弱，又久病不愈，长期高烧不退，导致眼盲。是真的，当时皇后送了一套佛前供奉的药盏，说是摆在房里，不需要用就能保佑王爷平安。时辰到了，再送回佛前。高婆子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。你和董婆子洗药盏洗坏了，李婆子拿了假的来替换，假的和真的颜色不一样。这又出现一位婆子提醒你可以用药泡加深颜色。事情就是这么巧，每天负责喂药的是我和董婆子。药送进来后，我就把药碗里的汤药倒进假药盏里，一点点喂王爷喝完。当时太医还得检查剩下的汤药底，所以我们每次倒的时候都会在药碗里留一点，让他检查用。王爷喝的是假药盏里的，太医查的是碗里的。就是这样，不到3天，药盏颜色就一样了。第4天，这一整套药盏就被送回了宫里。可这和皇后有什么关系？她只是送了套正常的药盏，中间的事都是你们做的，又不是她吩咐的。可是这里的所有消息都和程嬷嬷有关，这事过去好几年了，我都没怀疑过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董婆子喝酒，她怪我弄破药盏，但我真的很小心。当时突然觉得这事有问题，就去找了李婆子。李婆子遇到我们洗药盏和买了一只药盏，都是因为陈嬷嬷。连药盏要用药泡出颜色，也是程嬷嬷和宫女闲聊时被另一位婆子听到的。我虽然怀疑，但也不敢说啊。王爷瞎了那么多年，要真查出来下毒，我们还能活吗？最近剪辑压力大，也想找个对象聊聊天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下，没想到9852111人是真多，随便你选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那你现在怎么又想说了？污蔑皇后是死罪，这是太多巧合了，要是查起来，根本不可能查到皇后身上。我们刚关进来时看到了程嬷嬷，她是来看其他犯人的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的事，突然觉得她要杀我们，那眼神，不敢和王爷说，她把皇后当成亲娘，我就算说了，她也不会信我。王妃，几个婆子死了。是在我眼前死的，查查吧，应该是被灭口了。高婆子和王妃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高婆子都不敢说，我怎么说呀？而且证人都死了，证据这么多年过去也都没了，这是查不出来。回府的路上，苏文渊心烦意乱，原来在这里可以有这么多精密的办法害人。说好的如同亲生呢？书里皇后只是对苏文渊不好，对盛景玉还是很好的。回到府里，苏文渊借口说累了，关上门没让人打扰。原以为可以安心做一段时间的陈王妃，等报复完丞相府众人，再想其他，是偷跑还是要一封休书都行，反正有几年的时间谋划。可是现在皇后害盛景玉眼盲，盛景玉还待她如同亲娘。孟琪回府后想和盛景玉汇报，可盛景玉入宫去陪皇后用膳了，急得孟琪直接守在宫门口。终于等到了盛景玉出宫，她跟着上了马车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可说来说去，只有几个婆子死了这一个重要消息。孟琪不用说他，王妃机密，只要他不想让孟琪知道，孟琪就听不到。那王爷要问问王妃吗？回府再说吧。本以为苏文渊看到高婆子的死会一直沉默，没想到他刚回到府里，苏文渊就热情地迎了上来。王爷入宫用膳，怎么没和我说一声，我也好跟着去尝尝。真想看看皇后知道高婆子已死会是什么表情，可惜没看到啊。去母后宫中用膳，你也想去？我这不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和母后试着好好相处，免得王爷难做，毕竟皇后是真心实意的对待王爷。他这话说的可是够虚伪的，还是算了吧。母后看到你吃不下饭，你看到她也好过不到哪去。盛景玉虽然眼盲，却把我俩的关系看得十分透彻，但皇后利用他，还暗害他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你今日去了牢里，和高婆子说什么了？要银子啊，但是他不给，还突然死了，吓人。嘿，明日去万贵妃那里小心些，她是太子生母，肯定会找你的麻烦。那我要是有危险，你会救我吗？不会。哼，
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宅家刷剧的同时再来点饮料，再好不过了。还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 AD 钙，酸甜可口，价格实惠，这一单不到9块9，我还买了好多其他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。亏我还在这可怜他被人蒙蔽，有可怜别人的功夫，还是可怜自己吧。盛景玉想喝口茶，手都伸出去了，才想起来要装眼盲，手便在桌子上乱抓。唉，他在可怜我。唉，目前摆在盛景玉面前的路全是死路。太子登基，盛景玉要死；七皇子八皇子登基，以皇后的德性来看，他还是要死，除非能让盛景玉发现皇后的真面目。但这话听起来无疑是天方夜谭，离结局时间还早，边走边看吧。唉，王妃，丞相府来人，有话和王妃说。让人进来吧。来的是王氏身边的婆子，见盛景玉也在，非要和苏文渊单独聊。苏文渊和他走出院子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皇上昨日夸奖了狄小姐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奴婢不用多说，夫人派我过来是想问问王妃，能不能把你的那套头面送给狄小姐？不送，滚！王妃，这狄小姐以后是要做太子妃的，要您那个头面，也是为了明天能给丞相府争光。您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是把她直接撵出去，还是打一顿再撵出去？奴婢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是怕您一时冲动得罪未来太子妃吗？打一顿再撵出去。来人，打一顿扔出去。小厮一拥而上，连踢带打，婆子挣扎呼痛，拼了命的往门口跑。那苏文渊不光不给，还让人把我打了。反了他了，做了王妃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我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他了，他还不知好歹。没了他，我就做不了太子妃吗？这样，他明日一定是盛装打扮，你少带一些，让别人看看他是怎么欺负自己妹妹的。好东西都拿走了，妹妹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就这些东西，带不带没什么区别。他只顾着苏文渊，忘了京城里的姑娘都是盛装打扮过后再去的。苏文渊大清早就被叫起来了，越秀安排的要给他好好打扮。成亲那天都没这么隆重。程嬷嬷买通了守卫，威逼利诱不让他们说，守卫估计她是皇后的人，就没敢说。但这几个婆子同时丧命，显然是有人下毒。当天的粥并未发现问题，那就是之前中的毒，毒发被王妃碰上了。皇后在灭口啊！高婆子发现了当年的事，想让王妃救她。既然如此，当时我们应该留下高婆子的，也好做个证人。没用的，她也只是猜测，又不是程嬷嬷吩咐她这么做的，我们没有一点证据。要是用没证据的事为难皇后，就算撕破脸了，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，宫里总要有个人压压万贵妃和太子。太子可比他的那2个皇子难解决多了。哎，虽然没证据，但总觉得他们的死有点可惜，毕竟当年是他们亲手给王爷喂的药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，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。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不可惜，起码他们让王妃知道了真相，后面的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。这是什么有意思的事吗？席面还没开始，已经来了不少姑娘，她们都在庭外赏花，时不时走进小路里，发出惊叹。万贵妃躲在屏风后面，打量着这些姑娘，看起来很是不屑。怎么没一个沉稳的？元和要是娶了这样的女子，不得被人笑话。这些姑娘年轻活泼些是应该的，那也不能太活泼呀，像陈王妃那般，差点没把皇后气死。嘿嘿。皇后千挑万选，还怕陈王不满意，特意去找了皇上，给新王妃求了个平安符，让陈王不得伤害王妃。结果倒好，现在想送都送不走。那娘娘放心，现在就是把整个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不一定能找到第2个陈王妃这样的姑娘。皇后从哪把她给挖出来的？虽然不像话，倒是把陈王那个疯子给制住了。娘娘既然不喜欢陈王妃，为什么还请她？今天可是喜事啊！请他是为了喜上加喜呀！本宫要让皇后知道，本宫的眼光比他好太多了。我选的太子妃，处处都要比陈王妃要强。没成亲前从太子那里了解到的苏文渊，根本没有被比较的资格，太废物了。可那日见到苏文渊，他并没有那么不堪。娘娘，莫夫人带着女儿到了，要去迎迎吗？太傅夫人当然要去，走吧。第一个让万贵妃感兴趣的姑娘到了，其他姑娘陆续出现。苏文渊还在府里吃饭，不紧不慢的。王妃要不要快一点？不要，今天是万贵妃选儿媳妇，我一个王妃早去有什么用？给王爷挑侧妃啊，怎么说也是王妃了，端点架子没毛病吧？现在想给王爷做侧妃的人，应该超乎王妃的想象。他们还真想不开，盛景玉自己都没活路了，给他做侧妃不是等死吗？王妃说什么呢？做侧妃不好吗？
他们要是真想做，我这个王妃的位置给他们，我现在有钱，在哪不能活，唯独在这皇家难活。这些话躲在偏厅的盛景玉全都听到了，他起身离开，回到了后院。听到了吧？他不想做这个王妃，还觉得我死定了，得罪太子又没搭上皇后，不管谁登基，我的结果都不会好。不用我跟着王妃入宫了吗？不用，死了活该。本以为苏文渊会想办法帮我，毕竟我们成了亲，我死了他也别想活。没想到这女人想跑，这倒是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反应也够快的。但逃跑的前提是她能先从吃人的皇宫里活下来。苏文渊入宫时，万春亭那边人都到齐了。万贵妃先四处看了看，在人群中找到不显眼的苏玲。苏玲坐在角落里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别人打扮的和花蝴蝶一般，她坐在那比宫女都素。那位是苏丞相的嫡女吗？啊，这是苏灵儿吗？苏媛落难了，府里嫡女都穷酸成这样。以前能得到大家的注视，苏玲儿得开心死。今天她只觉得难堪，可万贵妃都开口了，她只能硬着头皮上前躬身行礼。视频剪那么久都没来及吃饭，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年货节买了薯片零食组合，口味丰富，价格实惠，一单还不到1杯奶茶钱。抖音商城只懂我过年需要什么的，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点评论区就能直接抄作业，超多好物不到9块9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。今天过来的姑娘全都盛装打扮，她打扮的这么朴素，是看不上太子，还是瞧不起本宫？陈王妃是你姐姐，你和她长得可一点都不像，就不该听娘的。娘娘不知道，陈王妃自小就爱躲在后院不出来，有点小家子气，和嫡女的气度是没法比的。在场众人大部分都是人精，参加万贵妃的赏花宴，能说陈王妃的好吗？以前我见过这位陈王妃，说话声音比蚊子还小，一身破衣裳，如今倒是成了凤凰。还好是骂苏文渊啊。娘娘不知道，我这个姐姐有点小家子气，又没参加过什么宴会，人一多就紧张，吓得说不出话。你要是多吓唬几句，还有可能被吓得倒地不起。我要是真倒地不起了，妹妹不得笑抽过去。话音未落，人就已经站在大家面前了，众人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同时面露惊诧，死死盯着苏文渊，回忆着贵妃说的那句话：“你和你姐姐长得一点都不像。”她怎么又换了？平白霸占着这些好东西，却不舍得给我一点。看来是我来的不巧，打扰了大家的兴致。王妃最近打理府中事务，忙点是正常的，来了就算给本宫颜面，有什么巧不巧的？谢娘娘谅解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平日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今天倒是朴素，只是你的这张脸，平时都靠首饰撑着，现在吗？苏莲脸涨得通红，羞愧万分，心里开始怨恨王氏。苏小姐是看不上本宫的赏花宴吗？娘娘，不是我看不上，相反，我很重视这次的赏花宴，是陈王妃，我想和她借些首饰，但陈王妃不借。哦，打扮得这么素净，原来是想找我的麻烦呀！够蠢的，为了毁我的名声，也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嫁给太子。丞相府嫡女，首饰靠借，苏灵儿，你丢人丢到家了。苏丞相怎么穷酸成这样，把府里嫡女养得如此小家子气？苏灵儿脸色红了又白，不止她丢人，连带着她爹都丢人。是她出嫁，拿走了太多嫁妆，她戴的首饰比你们所有人的都要好，那些平庸的玩意我也有，我只不过是想借她上次戴的赤金烟匣。一句平庸的玩意让大家低下了头，接着又狠狠地瞪了苏灵儿一眼。戴不起贵的，买些便宜的竟然也会被说。她又不戴，借我一下怎么了？还是我的姐姐，竟然这般小气，我实在气不过，这才淡妆来的。这是宫里的宴会，打扮的隆重点无可厚非，她又不戴，为什么不借呢？虽说关系不好，但总要为了一家的颜面装出几分和气才是。陈王妃，这本宫就得说你2句了，姐妹之间互借首饰是常有的事。那是别人家，我来之前，我这位妹妹说了什么，大家也都听到了。前几年的事我不解释，主母连同嫡女欺压庶女的事不算新鲜，但这事不是你们想忘就能彻底过去的。昨日你不是派人来借，是来伸手讨要，我不止不给，还把人打了出去。我什么时候欺压你了？我今天把话挑明了，让一个外室女带我娘留下的首饰，除非我死了。最近熬夜通宵剪辑视频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我提前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瑞幸浓缩咖啡液，零糖零脂，味道浓香，这一单不到9块9。我还买了好多其他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把话说得这么绝，这个王妃真是一点情面都不顾。好端端的做什么外事，就是在丞相府做个妾，也好过今日的羞辱。把贵妃的席面搅成这样，实在愧疚，我就先走了。有机会再同贵妃一起喝茶。女主虽然还没找到，但把苏灵儿对了，还挽回了形象，够本了。说完，苏文渊转头就走，万贵妃赶紧让宫女拦住他。本宫今日待客的茶价值千金，王妃不尝尝未免太过遗憾。既然这里有让王妃不悦之人，本宫撵走就是了。你何必要走呢？正戏还没开始，能让苏文渊走吗？苏灵儿蓄意捣乱，还不给本宫撵出宫去。2个宫女上来拖走苏灵儿，苏灵儿用乞求的目光看向苏文渊，现在只有他说话才行，可苏文渊理都没理。这个苏灵儿蠢笨至极，说不过他，也斗不过他。是的。
苏玲离开后，这些人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前面没有苏文渊的位置，再往下也都是按照身份官职排下来的。苏文渊是陈王妃，理应是离万贵妃最近的一个，就算并排也是可以的，但前面并没有空余位置。哎，这宫里的人心言资也太多了，一个座位的事也得想方设法的难为人。瞧瞧本宫这记性，陈王娶亲匆忙，弄得本宫总是忘记多了位陈王，是本宫的不是，要不陈王妃就在后面委屈一下。一个位置而已，就算贵妃是故意的，又能怎么样？有吃有喝，就算不得委屈。苏文渊这么好说话，倒是让精心策划的万贵妃尴尬了。反正时辰还没到，我看外面的花不错，想去看看，你们聊着。王妃真的不生气吗？不生气，这种小事气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想让我往后坐，不可能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赏花呀，这么多花，看到过吗？哇，宫里的花匠真是厉害。王府怎么不种些花？王爷眼盲，在府里种花不是找死吗？嘿嘿嘿。主仆二人有说有笑，万春亭里大部分人都在看他们，主要是看苏文渊的打扮，想离近点看，有一两个带头的，其他人也跟着上去了。这群人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就算真高看了，又有什么用？陈王是个瞎子，太子殿下才是前途无量。可别这么说，当年陈王还未病重时，才学可是所有皇子都望尘莫及的。几人哄了万贵妃几句，万贵妃的心情好了不少。这花看的也差不多了，快去把陈王妃请回来吧。宫女来到苏文渊面前劝说，苏文渊透过人群看了眼庭内端坐的万贵妃，身边还是没准备她的位置。还没看够呢，贵妃别那么小气，这花又看不坏。那是什么？这花太多了，我都不认识，哪位夫人同我讲讲？我真没见识，让大家笑话了。苏文渊没有端着架子，而是尽可能的吹捧身边夫人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。宫女一个都没叫回来。不安排座位，我就霸占着这些夫人，什么时候开宴，什么时候放回去，吃完再叫出来，让他没工夫聊正事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宅家刷剧的同时再来点饮料，再好不过了。还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 AD 钙，酸甜可口，价格实惠，这一单不到9块9。我还买了好多其他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。去给陈王妃安排上座。这陈王妃的架子可真大，娘娘何必理她？今天又不少她一个。是啊，她母亲是罪妇，她又和家里人不和，给她一个面子才叫她一声陈王妃，她倒好，跑到娘娘面前摆起架子来了。都这么能说，倒是把那些夫人小姐请回来啊！要是有本事，我还用加这个椅子吗？她娘是罪妇没错，但给她留下了丰厚嫁妆，她也的确和家里不和。可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陈王妃。什么名副其实？不过是陈王不能动她，索性放在府里养着。陈王又不喜欢她，这位王妃就算死在这，陈王也不会过问一句的。外面不是说陈王挺喜欢这个王妃的吗？所以他才这么狂妄的，有底气啊。外面的那些话能信吗？陈王不就是撵走几个下人吗？旁人不知道，我可知道细情，是那几个婆子犯了死罪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传出那些话，就是为了忽悠你们这些人的，让你们误以为他背后有陈王，不敢招惹他。怪不得外面把这位陈王妃传得那么神，原来是故意的。一个没有依靠的王妃，就该夹起尾巴低调一些，张扬没有好下场的。苏文渊在回到万春亭时，明显感觉到气氛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凭能耐混了个位置，不满的应该是万贵妃，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个的眼神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难不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万贵妃给他们开动员大会了？本宫想着你到底是陈王妃，坐默席会引人非议，还是和本宫同坐吧？麻烦贵妃娘娘了。谁定的规矩不能吃呢？贵妃若是舍不得，明天我给你送一盘进来。真没事找事，这破玩意也有人盯着。王妃霸着那些夫人小姐，一直在庭外赏花。万贵妃派人来请也不回去，直到万贵妃重新摆上桌椅，王妃才带着人回去。初见面就能让那些夫人小姐陪着她胡闹，也算有本事了。王妃不在万春亭的时候，一家小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还提到了王爷。盛景玉放下书，示意他说得仔细些。叶山一字不落的转述，包括万贵妃的态度。易萍香的父亲是工部尚书吗？是，王爷刚给他指了条明路，他女儿就在宫中欺辱王妃。易文明属于太子一党，可最近因为贪污，太子那边态度模糊，易文明果断求助于盛景玉，求了10多天，盛景玉刚给他一条活路，去传个信，就说本王现在有时间，邀他入宫，把事情解决一下。真帮吗？那要看他女儿了，他女儿欺负王妃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弄死他。他女儿懂事，那本王也得讲究个礼尚往来，有个工部尚书做帮手，不是什么坏事。万春亭内，易萍香正绞尽脑汁的想计策为难苏文渊，苏文渊还不知道，打着哈欠瞧着歌舞，一抬头发现易萍香还在偷偷关注他。越秀，这脑子他去给梦琪送糕点了。
贺姑娘跳的这是什么？陈王妃都看困了。苏文渊瞥了她一眼，还未说话，台上的贺小姐不高兴了。我跳的有什么问题？请王妃指点一二。没问题，就是不好看。你，陈王妃这张嘴可真毒啊，完全不给人留面子。是谁先挑毛病的？我吗？我怎么记不清了？是易小姐先问的。这贺小姐什么时候得罪了你？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她下不来台？易小姐只顾着看陈王妃了，你也没看贺小姐跳得如何，话还不少。嘴毒比不上心毒，大家可得小心些。众人对一萍香群起攻之，苏文渊看戏，这一萍香得罪的人不少啊，不过也有很多替他说话的，两边人吵得热火朝天。够了。另一边，易文明和盛景玉已经入宫了，叶山直接把盛景玉往后宫的方向带，易文明不敢开口，不断用手势提醒叶山走错了。王爷想先去看看王妃，今日万贵妃设宴，王妃在御花园。王爷和王妃感情还真好，今日小女也来了，臣还特意提醒她要去给王妃见礼。但一萍香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忽然一萍香给万贵妃使了个眼色，先停了歌舞。万贵妃也是真配合，毕竟这宴会都过一半了。苏文渊一次次占上风，不少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再这样下去，这场宴就变成给他准备的了。难道我记错了？还想看看女主长什么样呢？似乎是白来了。宫里御厨做的点心就是好吃，大家快看陈王妃，盘子空了好几个。哎呀，真的啊！王妃吃的也太多了，难不成在陈王府的时候，陈王不给您饭吃？快住嘴啊！你女儿若是帮王妃说话，本王保你不死的前提下，还能保住你的官职。易文明瞪大眼睛，心中不住祈祷，希望一萍香赶紧改口。万春庭内的嘲讽还在继续，一开始怕他，以为有陈王给他做靠山，现在一萍香说他不受宠，那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刚刚莫夫人身边的小姐想吃一块，被莫夫人一巴掌打在了胳膊上，这才是好的家教。来赴宴吃的这样狼狈，太失礼了。胡说什么呢？刚刚只是有个小飞虫。是，太傅府上的千金必然不会差。我们王妃看外面侍卫辛苦，这点心放在这也是浪费，让我偷偷送去的，还是用帕子包好送去的，帕子上还有油，你们看。众人仔细一看，确实是这样，可是没一个人替他说话，他们是想恭维盛景玉，可从王妃这里恭维没什么用。谁定的规矩不能吃呢？贵妃若是舍不得，明天我给你送一盆进来。真没事找事，这破玩意也有人盯着。有些规矩是不必明说的，王妃身边的丫鬟也这么不懂规矩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陈王妃，本宫还在这呢。两场大火，怒骂皇后，还伤了继母。万贵妃真怕她做出什么事来。假山后的盛景玉来了兴致，万贵妃都说话了，她还能做什么？易文明心如死灰，整个人瘫软在地，全靠孟琪撑着。你这个女儿养得好啊，骂人有一套的。不懂礼数这事，也不能怪王妃。王妃生母去世的早，又和继母不和，有囊生没囊养的。苏文渊一脚踢开桌子，伸手扯住了一萍香的耳朵，又是一耳光甩了上去。来，再说一遍我听听。幸好我过来了，不然苏文渊怎么收场？万春庭内还僵着呢，大家的表情出奇的一致，脑子都已经不会思考了。他们从苏文渊身上看到了传说中的风王爷。苏文渊，你在干什么？在宫里打人，你无法无天了！你们还不快拦住他！怎么不说话了？还有什么规矩？你快说给我听，免得我又破了规矩，让你心烦。还不动手！你们敢违抗本宫的命令！动手！对。待盛景玉走近些，一萍香终于确定了，孟琪拖着的那个像是死狗一样的男人，正是他爹。爹，你怎么这样？你，万贵妃，王妃受邀来此，你派侍卫抓他。王妃放肆在宫中打人，本宫身为贵妃，本王眼盲没看到打人，但贵妃莫不是有耳疾？有人在此侮辱王妃，贵妃视而不见。一萍香只是说了两句冒昧的话，王妃就能动手打人吗？辱骂王妃，死了都活该啊！这就是陈王，所有人的性命都可以不当回事，死一般的安静，无话可说。王妃，盛景玉叫了一声，想让他过来。苏文渊没动，想想今天的事，越想越气。王妃都把人给打了，还没消气，看到我过来，也不知道告个状什么的。在这呢，没死。离近些，还受什么委屈了？这还是陈王吗？视频剪那么久都没来及吃饭，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年货节买了薯片零食组合，口味丰富，价格实惠，一单还不到一杯奶茶钱。抖音商城是赌过年的，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，再不下单就要过年了，超多好物，不到9块9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。我要是不哄着，就得和苏文渊吵起来，那边还躺着一个没处理呢，我们两个再吵一架，可就让人笑话死了。很多人说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这什么破宴会啊，还不如在家玩呢。不是说陈王不会管他的死活吗？这都入宫替他撑腰来了，还说不在意。破宴会，把我的宴会弄成这样，我还没抱怨呢，你还嫌弃上了？吓坏了吧？让孟琪送你回去。谁吓坏了？他不能走，打了大臣的女儿，总不能这样。
话说一半，他才想起来，别说是大臣的女儿，大臣也在这躺着呢。盛景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工部尚书易文明贪污受贿，本王正要带着他去见父皇，又碰到了他女儿欺辱王妃、贵妃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么热闹啊，那他们会怎么处置？事情查明属实，是处斩还是流放，看父皇怎么处理。是啊，那我能多打2下吗？不用你打手疼，交给孟琪就行。盛景玉拉过他的胳膊，防止他突然动手。苏文渊知道他在演在装，也愿意配合，乖巧地站在盛景玉身边。刚刚欺负王妃的人还有谁啊？报上名来，我听听。有人已经被吓得跪在了地上，剩下的也好不到哪去，瑟瑟发抖。万贵妃的目光扫过去，发现没有一个能撑起来的。就这样怎么做太子妃？陈王要在这里审问，那本宫就不奉陪了。准备了这么久，最后一塌糊涂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哦，宴会还没结束，那就不打扰了吧。本王也有要事，这贪污的蛀虫还没送到父皇面前，这些人本王也不问是谁。明天日落之前来陈王府道歉，没来的，本王再登门拜访。陈王府欢迎你们。